東西。別人家的母親啊，都是巴不得自己孩子好。我们这輩子是造了什麼孽啊？攤上你這麼個心思歹毒的嗎？找我，你怎麼能這麼說嘛？我拉扯你們長大，一輩子給你們當牛做馬，我哪兒對不住你們了？还不都是因为你？当年我上山幹活摔斷了腿，那時候去京師就能治好。爸當時都跟我說了，家裡有錢，是你愛財公給把着錢不撒手啊，害得我腿瘸了一輩子，被別人嘲笑了一輩子，這輩子都娶不上下的女人。沒有，我沒有。媽，你害了二哥還不夠，你還要繼續害我們嗎？黃婉晴，你還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死到臨頭了還留一手。我告訴你，像你這麼心思歹毒的人啊，注定不得好死，這都是報應，報應啊！女人就是赔钱货，遲早是別人家的人。鳳仙能夠嫁個好人家，讓弟弟們沾沾他的福氣，是他這輩子的造化呀。鳳仙能夠嫁個好人家，讓弟弟們沾沾他的福氣，是他這輩子的造化。黃婉晴，老子告訴你，我還沒死，這個家還輪不到你來做主啊！你敢不同意？老子就打到你同意為止。媽，你醒醒了媽！媽，你別嚇我！我嫁，只要你能醒過來，我再也不跟奶奶作對了。下次我也嫁。這是鳳仙，鳳仙，那是火坑，你千萬不能嫁。媽，你醒了。我這是又活了，我的鳳仙還活着。當年婆婆為了1000塊的彩禮錢，以死相逼，把鳳仙嫁給了隔壁鎮的傻子。我可憐的鳳仙，嫁過去1年就受盡了折磨，最後活活吊死了自己。這一次，媽就算豁出命去，也不會再讓你進那個火坑。媽，你別再因為我跟爸爸打架了，我自己願意嫁。呸！說什麼晦氣話！我養的女兒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婿，只要媽還有一口氣在，什麼瘋子、傻子、賴皮狗都別想來沾邊兒。哎，媽，來，坐，小心點啊！黃婉晴，你怕是被豬油蒙了心吧？你以為你姓黃，生的賠錢貨就是皇室公主了不成？什麼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婿？老婆子告訴你，媒婆給鳳仙指的隔壁鎮的張峰，就是他命裡最好的男人。哎，媽說的對，哭什麼哭啊？媽還會害我們不成啊？
黄婉晴，你麻溜的去把户口本给我交出来，媒婆要看一下凤仙的出生年月，回头好找人合一下，生辰八字。你放屁！宋春林，你要拿户口本合八字是假，想背着我偷偷把证领了才是真的吧？妈，你要是真觉得隔壁镇的大傻子张峰好，要嫁你嫁，我们全家人都不拦着。正好，你不嫌他傻，他也不懂得嫌你老。这些年你用来拿捏我的手段，回头改嫁过去，拿捏自己的未来婆婆，想必也一样管用。你，黄婉晴，你这说的是什麼話？你是不是想造反呢？我是個人，說的當然是人說的話。要是真的聽不懂啊，除非是老畜生。你，宋春林，你看看你娶回家的好媳婦，當着你的面都敢這麼跟我頂嘴，罵我老畜生，可見他平時背着你的面是怎麼虐待我的。宋春林，你今天要不好好扇他2個耳光，老娘我就不活了！媽，你消消氣，消消氣。黃婉晴，你個賤婦！嘿，之前我媽說你仗着給我們老宋家生了4個兒子，背地裡就對我媽不孝順，我還不相信。結果你真的背着我虐待我老娘，老子今天一定要捶死你！爸，我求求你了，媽剛被你砸暈過去這麼久，才剛剛醒過來，媽真的不能再打了，我求求你了，我給媽保證，媽絕對沒有虧待過奶奶，而且媽剛剛只是為了我說的氣話，你別往心裡去啊！給老子滾開！你個賠錢貨，從小你就想着你媽，你就是頭養不熟的白眼狼！宋春林，你敢打我閨女，我戳死你！哎呦！殺人了！殺人了！媽，我流血了！媽呀！媽，婉晴，你這是做什麼呀？兩口子有話好好說呀，你怎麼還動起剪子來了？你趕緊放下！死老太婆，剛才不還逼着你兒子打我的嗎？現在知道講道理了？媽，怎麼了？你媽她瘋了！我告訴你們，誰再敢打我閨女主意，我就跟誰拼命！宋春林，我是力氣不如你，打不過你，但除非你不吃我做的飯，晚上不回來睡覺，否則我總有辦法弄死你。還有你，狼心狗肺的死老太婆，我這麼多年對你好，還背後編排我虐待你。我告訴你，以後你指使你兒子打我2巴掌，就打回給你4巴掌。你兒子用椅子砸我1次，就砸你2次。你們不讓我好過，那就誰都別想好過。有人在家嗎？你瞎嗎？滿院子的人你看不見？哎呀，王媒婆來了，那個你們聊，我老了不中用了，先回屋躺會兒去。哎，宋嬸，你別躲呀，咱們有什麼事啊，當面說清楚。我今天登門呢，是按照約定，我特意來你們家取戶口本的。南方那邊呢，我已經談妥了，戶口本和剩下的1000塊錢彩禮錢呢，我都帶來了。哎，宋嬸，你可別告訴我，你們家還沒有商量好，還沒有做好準備吧？什麼叫剩下的彩禮錢？這樁婚事我們老宋家壓根就不同意，是你們一廂情願。我們什麼時候收過你1分錢彩禮錢？哎呦，我的腰，哎呀，要老命啊！哎呦，奶奶你没事吧？你臉都腫成這樣了，還服什麼服？萬一又被那黑心肝的老東西訛傳，說是你推倒的他，在家偷偷虐待他，你就算身上長100張嘴都說不清楚。鳳嬌啊，你趕緊去把你爸找回來，
就说王媒婆过来了，找她商量你奶奶想改嫁的事儿。你奶奶太高兴了，情绪太激动，摔了一跤。这全村都知道你爸最孝順了，所以你奶奶摔在院子里，到现在都还没起来，就等着她回来扶呢。哎，得嘞。哎呦，哎，妈！哎呀，妈，你怎么样啊？疼！哎呀，你可千万別動，你趕快找個跌打師傅給我看看骨頭。媽，剛剛我爸還在涂家嬸子那裡看牌呢，還是涂家嬸子幫我爸包紮的傷口。聽說我奶摔傷了，涂家嬸子老着急了，趕緊讓涂師傅過來幫忙看看。涂秀蓮什麼時候這麼好心了？哎呦，宋嬸兒，你怎麼躺地上了？老公，你趕緊看看宋嬸呀，快！嬸兒，你哪疼啊？腰啊！哎呦！哎，輕點！喲，傷着骨頭了，快抬里屋去！媽！哎呦，慢點！哎呀，你忍着點啊！疼！你這些小兔崽子，幫忙啊！哎呀媽，慢點！行了，這骨頭啊算是正好了，一會兒我回家呀，配幾副消炎止痛的草藥，敷上2天，好好養着就行了。哎呀，春玲！春玲，你那媳婦是真要不得呀，心腸太歹毒了。哎呀，你快休了他吧，要還回去天天在家虐待我，媽是半天都活不下去了呀。哎呀，真是家門不幸吶！媽，你也一把年紀了，當着王媒婆的面就開始扯謊，臉皮不臊得慌啊！明明是自己摔倒的，偏要賴我們。你說我虐待你，那我還說剛才是王媒婆把你推倒的呢。哎，你可別胡說八道哈！我可沒有推宋嬸，是宋嬸自己不小心走路摔了一跤，她自己老了不中用，怎麼反倒誣陷別人？宋嬸做人的地道，可不能睜着眼睛說瞎話。我算了，你們老宋家的事，以後你們自己慢慢捋。宋嬸，我今天要你一句準話，你是把戶口本拿給我呢，咱們繼續做親家；要麼就把之前的200塊錢如數退還給男方。我呢，也就是一個牽線搭媒的中間人，婚姻不在，人亦在。你呀，也別想讓我難做。什麼200塊？啊，行了，咱們還是回去吧，剩下的都是人家的家務事兒，人家關起門來自然會處理，我們在這兒呀，也不能過度干預啊。走吧。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要麼把我老命拿去，要麼找我兒媳婦拿戶口本。咋的？你把我手中這一張按過手印的收據當一張廢紙嗎？宋嬸，我王媒婆雖然不是你們三元村的人，但你們也別把我當軟柿子捏。今天如果你們不給我一個交代，我明天就拿着這張收據去鎮上派出所告你們。到時候你們可別說我不給你們留面子，親家做不成，反而成仇人。哎呀，婉琪，好媳婦兒，你就答應了這門婚事。哎呀，算我求你了，你去把戶口本拿出來。那200塊錢，我真的已經還賬了，我現在是確實拿不出來呀。行，那就嫁吧，我現在就去拿戶口。哎，好媳婦兒。我還拿捏不了你。媽，傻丫頭，又不是要你嫁，你着什麼急啊？喏，
户口。哎呀，这就对了嘛，女人嫁人呐，就是这么回事，跟谁过不是过呢？这咋回事啊？劳烦您回话，就说我们老宋家不介意多个傻爷爷，只要那邊把日子定下來，啥時候來接人結婚都行。行啊，好你們雙元村的老宋家，這是明擺着給我偷梁換柱，訛我200塊錢唄。這事兒你跟我說不着，收你錢的又不是我，誰收的錢誰蓋的手印兒，你找誰去啊？行，既然你們敬酒不吃，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我王媒婆說媒半生，還怕你們老宋家這幾個老無賴不成？我現在就去公安局報警，抓你們去吃牢飯。哼，王媒婆，我去，媽媽，哎呀，你不能夠眼睜睜看着我去坐牢啊，媽媽！哎，別啊，我們還錢還不成嗎？哎呀，這還錢，王媒婆，還錢，哎，還錢。媽，你是不知道，我奶奶的賬目箱子裡不僅有好多錢，還有布票、糧票，還有一對碧玉鐲子。那王媒婆走之後啊，我奶一邊抹眼淚一邊跟我爸哭訴，說什麼老宋家祖宗傳下的東西都讓我爸給敗光了，值錢的就剩那一對老玉鐲子了。我奶還說，你奶還說啥？沒事兒，你媽我是鐵打的，啥也不在乎，就當聽個樂子。媽，我奶還說寧願我爸跟你離婚，將來把這個玉鐲子傳給新媳婦兒，都不傳給你。沒想到啊，你奶還挺有骨氣，就是不知道你爸這輩子還有沒有那個豔福了。上輩子他兒子可沒活過明年。你吃過了嗎？你大姐呢？我吃過了，我大姐在廚房刷碗呢。吃過了，那你吃飽了嗎？沒有，沒吃飽。家裡又不缺糧食，為什麼不吃飽？媽，我一直沒敢跟你說，奶奶私下給我和大姐定了規矩，一頓只能吃1碗，不讓我們多添飯。她說如果我跟大姐多吃一口，爸爸跟4個哥哥就少吃一口。他們是家裡的男人，是家裡的頂梁柱，吃飽才有力氣幹活。我跟我大姐是丫頭片子，是賠錢貨，多吃也是浪費糧食，將來也是要嫁給別人家的，餓不死就成。放他娘的屁！這個老錢婆，合着我每天起早貪黑，累死累活的伺候她，她居然背着我虐待我閨女。你也是，為什麼不早說？是不是傻？我大姐說家裡人多，就屬媽你最不容易。奶奶是長輩，一個孝子大於天，誰要是敢不聽話，那村裡的閒言碎語都能壓死人。所以我大姐跟我說凡事都讓我忍一忍，讓我懂得體諒你，關心你，心疼你。你大姐說你大姐就是個笨蛋，飯都不給吃飽還忍個屁，忍氣吞聲能當飯吃啊？走，媽現在就帶你討回公道。奶奶，你既然受委屈了，他這個人啊一向蠻橫霸道，我是最能理解你的感受了。咱們千萬不要為了這種人氣壞了身體，不值得。這段時間呢，就由雙兒為你做些有營養的東西，咱們好好保護身體。哎呀，還是雙兒孝順，不枉奶奶平時心疼你們一場。媽，你不是在房間休息嗎？怎麼突然過來了？我不過來，不就要錯過你們祖孫這番梯級話了？喲，雞蛋羹啊，
這可是有營養的好東西。你瞧瞧你都饿成什麼樣了，奶奶心疼你，特意把鸡蛋羹留给你吃呢。黄婉晴，你到底要干嘛？今天没摔死我，不如你的意是吧？硬是要活活饿死我，你才顺心啊！妈，那碗鸡蛋羹是特意给奶奶準備的，你咋就便宜给凤娇了？不是我这個當大嫂的小氣啊，她的長孫都捨不得吃，都要知道留給太奶奶。這鳳嬌嘴咋就這麼饞呢？這今後可是要嫁到別人家去當媳婦兒的，哼，那還怎麼得了啊？怎麼一個兩個都是受氣包的性子？看來養孩子不能單單給口飯吃，還得培養好性格。尤其是兩個閨女，要是真的願意吃苦了，這輩子只有吃不完的苦。嘴饞倒沒什麼，一個人攏共就一張嘴，能吃多少？嘴欠才是真的討人嫌。媽，你剛才是罵我嘴欠啊？是不是你嘴欠你自己心裡沒數嗎？後院的雞都是我餵養的，雞下的蛋也都是我收撿的，你不過就爭了一下，也好意思拿着我的東西做人情，還背後編排我。媽，這雞蛋糕也不是大嫂蒸的，我吃得出來是大姐蒸的。如今又沒分家，我給奶奶吃個雞蛋也要被說。我看這日子還不如把我們家三口分出去單過。日子就算是窮，也好過天天受這夾板氣，讓我心死了。黃婉晴，難道這就是你想要的結果？全家上上下下就屬你事兒多，對子女不慈，對長輩不孝，簡直蛇蠍心腸！不許你這麼說我媽，你這個壞老太太！宋鳳嬌，反了你了！我真是後悔，就該把你送到隔壁鎮去，給傻子生兒子才好。你給我等着！別聽他胡說八道，他連自己100年之後埋哪都做不了主，更別說你的婚事了。宋鳳嬌，你媽今天就告訴你，以後你的婚事只有你媽能拍板決定，其他人誰說了也不算。你氣死我了！你看看，誰家有你這麼不孝順的兒媳婦？既然你整天把我黃婉晴不孝順掛在嘴邊，我也不好讓你失望啊。你不是背着我不讓我閨女吃飽嗎？那從今天起，你就頓頓都吃稀粥配醬菜。你兒仨不伺候了。你，哎呦！宋春林，以後你就睡客廳吧。媽，你到底要折騰到什麼時候啊？從你醒來後開始，你就跟中了邪一樣，鬧得家裡雞飛狗跳的。如今天都黑了，你就不能消停一下，讓我安安靜靜好好看尾書？你个畜生，我看你的書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媽，你居然敢打我！打的就是你這個小畜生。王媒婆跟你爸你奶在客廳商量着要把你姐嫁給傻子的時候，你咋不先吵？不知道出來說句良心話。你爸在客廳拿凳子要砸死我的時候，你咋不先吵？不知道出來攔一攔啊？我現在不過收拾幾件衣服，搬幾樣東西，你就受不住了？還耽誤你看書？我今天還就告訴你，這書你愛讀不讀，你要是不想念書了更好，家裡還省了一筆開支。以後啊，你就跟你幾個哥哥一起到後山去砍柴燒炭。怎麼不多睡一會兒啊？起這麼早做什麼？媽，你頭上的傷還沒好，需要休息。家裡這點雜活，我一會兒就忙完了。來，剩下的交給我，你去坐那兒幫我看着火，陪媽說會話。哎，媽，家裡的衣服還沒洗呢，我趁現在有空，我現在去洗衣服啊。洗什麼洗？慣的他們，個個都有手有腳的。從今天開始，誰的衣服誰自己洗。哦，雖說你是大姐，但家裡這些活人人都有份兒，你會幹就行，犯不着事事都讓你頂着。
同样是女兒，你學學你弟妹賀雙，該她幹的活一點不含糊，不該她幹的活半點都不沾手。雙兒命好，嫁了一個會疼她、會寵她的好男人。什麼是命？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媽，朱砂好了嗎？我去喂。你給我住手！那豬圈臭烘烘的，你一個小姑娘天天上趕着往那湊什麼？白天記得把豬草打回來就行，以後餵豬這種髒活重活都用不着你插手。媽，這以前家裡餵豬的活都是我跟大姐幹，那我要是不幹的話，家裡這活不都給大姐一個人幹？這不欺負大姐嗎？又犯傻！家裡就你們2張嘴吃飯啊？其他人就不能幹活？家裡5個男的，個個都有力氣，難不成都是擺設啊？以後你們倆就負責打豬草，餵豬這種活就交給長貴。行了，都別愣着了，早飯還得等一會儿。来，先一人吃個雞蛋墊墊。拿着。好吃。媽，我這麼大人了不愛吃雞蛋，這個雞蛋留給耀祖吧。你吃你的，誰生的孩子誰自己知道心疼，用不着你當大姑的從嘴裡省，他媽媽自然不會虧了他的嘴。你瞧瞧你自己，頭髮稀疏，皮膚蠟黃，瘦得乾巴巴的，一看就跟貧血似的，還有心思顧別人。以後啊，每天早上1人1個雞蛋，好好補補身體。哎呀，大姐你真傻，媽讓你吃你就吃，你想那麼多做什麼？這回頭要是讓哥哥嫂子看見了，這才叫媽難做人呢。哎，快吃！媽，你吃。奶奶，飯做好了嗎？我快餓死了。大姑、小姑，你们偷吃我鸡蛋，我要告訴我媽去。哎呀，怎麼辦？耀祖發現了。媽，我趕緊把這半個雞蛋給耀祖吧，我去哄哄他。站住！哄什麼哄？讓他去告。你好好吃你的，媽給你們吃個雞蛋還犯法了不成？鳳嬌，你去幫媽看着火，媽一會兒炒菜。我倒要看看誰敢拿這件事跟我鬧。下。吃飯了，吃飯了。吃飯，快坐。哎呀，哎，这大清早的就是这个，太清淡了。哎，你也不知道放点油渣或者是腊肉，你再不济你放个鸡蛋也行啊。妈，我爸說的對啊，今兒早上這菜啊太素了，這米飯蒸的有點硬，待會兒我們5個還要下地幹活呢，這沒點油水怎麼頂得住啊？再說了，還有奶奶呢，啊，米飯這麼硬，奶奶吃了也不合適啊。說的沒錯呀，我就是怕你們扛不住，所以特意把米飯蒸硬點，好扛餓呀。至於你奶奶，雙兒啊，你不是對奶奶最孝順了嗎？以後奶奶的飯就由你負責了。嘿，憑什麼呀？你放心，你是咱們老宋家的長孫媳婦兒，又生了耀祖這麼個寶貝疙瘩，只要你好好孝順奶奶，老宋家的那對傳家寶，奶奶就算不願意給我看一眼，以後肯定也願意傳給你。大哥大嫂，你們什麼時候知道的？難道是奶奶單獨告訴你們的？那個媽，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什麼傳家寶啊，我都沒見過呢。你不知道媽能這麼說？我看你們就是想背着我們獨吞傳家寶。怎麼跟你大嫂說話呢？媽，那個傳家寶暫且不提啊，就今天早上你在廚房裡給大姐和小梅開小灶這個事情，你怎麼解釋啊？哼，就算長文、長武、長富、長貴他們4個是男人，哎呀，我是個外人，不如大姐和小梅跟你貼心。可耀祖是咱們家唯一的小孩子，嘿，你作為奶奶怎麼就那麼偏心，連一口雞蛋都捨不得給他吃？黃婉琪，
起！你太过分了！你再跟我大小声一句，拍一下桌子试试看。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好好的你怎么还急眼了？我在厨房给凤仙和凤娇開小灶，誰看見了？你就是拿我的雞蛋去給姑姑吃，我親眼看見的。哼，奶奶你偏心眼，壞透了！小心你老了沒人養你，餓死你都沒人給你收屍。你個小兔崽子，你還有心思考慮我老了有沒有人管，會不會餓死？你還是好好考慮一下，今天你自己的小屁股會被打成幾瓣吧！給我出來！媽，小孩不懂事，媽，小孩，給我出來！媽，小孩還小，哎，走，給我出來！媽，給我趴下！我叫你嘴巴多，叫你人小心思惡，父母不教你，你奶奶我親自來教。誰養的雞，誰做的飯，多勞才能多得。你姑姑勤勞做得多，自然該多吃2碗飯。你人小下不了地，地小砍不了柴，餵不了豬，你還餵不了雞嗎？啊！叫你告狀，媽，孝祖他可是你唯一的孫子，你怎麼能打他呢？就這麼狠心啊！打他怎麼了？孫子不學好，當奶奶的教訓他，天經地義。你就算老天爺來了，也挑不出我的臉。是啊，長文媳婦，你婆婆說的沒錯，棍棒底下出孝子，小孩子不聽話就得好好教訓教訓。來，媽，你消消氣啊！耀祖他知道錯了，他现在再也不敢了。如果你真的生氣的話，就打我吧，孩子還小，你別打孩子啊！你以為我不知道啊？4歲的孩子懂什麼？他之所以會說剛才那番話，都是你們這些大人背地裡教的。我今天還就告訴你們了，少在我眼皮子底下玩那些彎彎繞繞。我以後老了，就算撿垃圾討飯，爛在大街上，也用不着你們來養。什麼你的雞蛋？那是我養的雞，都是我的雞蛋，我愛給誰吃就給誰吃。從今往後，你要是想吃雞蛋，就自己出去挖蚯蚓，回家幫着餵雞，幹活才有雞蛋吃。小小年紀不幹活，還告狀，還罵人，還想吃雞蛋，你做夢！好，我今天就去挖蚯蚓，我多多的回家餵雞，找奶奶換雞蛋吃。行，那我以後就等着看你表現。等一下，長貴兒。媽，找我有啥事啊？你去後院把豬餵了，從今天開始，1天2頓都由你來餵。啊，媽，可是我不會呀。哎，媽，雖然我不會，但是我可以學嘛。哎，大姐，你快教我怎麼餵豬。走。媽，我衣服呢？我剛才喊你，你沒聽見呀？聽見了，喊魂呢。聽見了，那你不應一聲？我乾淨衣服呢，我在院裡可沒看見啊。你是不是沒幫我洗啊？我下地幹了一整天活了，累都累死了，我就想回來舒舒服服洗個澡，換身乾淨的衣服。你還裝在廚房裡聽不見啊？你總在廚房裡磨磨蹭蹭幹什麼呢？到底是餵豬重要還是你兒子重要啊？洗衣服呀，沒忘呀，我的衣服不都好好在院子裡曬着嗎？那你就是忘了幫我洗了。我剛才在院裡可看了沒有？不信你出來看看。不用看，我知道沒有。你昨天換下來的髒衣服都沒洗，怎麼曬啊？真沒洗啊？真沒洗，從今天開始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你憑什麼不幫我洗？我大哥娶老婆了，我又沒娶老婆。你衝進廚房大喊大叫，跟誰說話呢？我是你媽，不是你們宋家的老媽子。
你有手有腳，衣服为什么不能自己洗？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干活啊？谁又是闲着的？贺双愿意帮你大哥洗衣服，那是你大哥对你大嫂好，让他心甘情愿的。你还真以为別人家的好閨女嫁過來就活該給你洗衣做飯啊？還好意思問我餵豬重要還是兒子重要？我餵個豬，豬還知道多長點肉，年底換錢回報我呢。我養你們幾個畜生不如的東西，除了吸我的血，整天使喚我，哪一個維護過我，體諒過我，對我給我辦點好？你們還真是豬都不如。滾，別死到我跟前來！可是我就2身換洗的衣服，媽，你不幫我洗，我今天晚上穿什麼呀？再說了，你讓我們幾個洗衣服，你至少提前說一聲啊！我又不是懶得不想洗。再說了，我這不着急沒衣服穿嗎？你是蠢嗎？你自己沒有換洗衣服，你爸和你哥也沒有啊，你就不知道張口問一問，借着穿一天啊？對啊，我知道了。又回來幹嘛？我這不看這燒水桶怪沉的，你一個人拎到豬圈太辛苦了，我過來幫你搭把手。再說了，你不總說我們對你不好嗎？我改還不行嗎？我現在就幫你把桶拎到豬圈去。這小畜生的骨頭還真是賤呢，莫非挨打還能上癮不成？哎，行了，用不着你。你要是真想幫忙，就去把你四弟喊過來。我早上就說了，以後餵豬的活交給他。哦，我現在就喊老四過來。哎，不用喊，我自覺認了。你這臭小子，腦子倒是轉得壞，知道穿你爸衣服。那是，這挨一天打和天天挨打，我還是分得清的。哎，媽，你做什麼又要打我？我今天可什麼壞事都沒幹。怕你不長記性，先撿撿皮。媽，我會改的。無所謂了，反正重活一輩子，我已經對這4個兒子沒有任何期待。這是什麼？哎嗨，沒準是我爸以前抽稿煙用剩的紙。這衣服我爸都多少年沒穿了，這東西肯定不是什麼有用的東西。既然這件衣服都好多年沒穿了，為什麼口袋裡裝着的紙條摸起來手感居然像新的一樣？難不成是最近才塞到口袋裡的？要是普通的東西，隨手往抽屜裡一放便是了，也用不着翻箱倒櫃，特意找出箱底好多年不穿的舊衣服，再放到這舊衣服的口袋裡吧。除非這東西既重要又見不得人。我倒要看看這張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死男人拿凳子砸我那天，居然在縣城花199買了個黃金手鐲。他買給誰的？哎呦，宋嬸兒，你怎麼躺地上了？老公，你趕緊看看宋嬸兒呀，快！哎，媽，你看啥呢？這紙到底什麼紙？哎，看啥？豬餵完了？我看一下都不行。豬餵完了，他們吃的可好了。沒想到這養豬還挺有意思的。哎，媽，既然你把這養豬的活交給我幹，要不我們乾脆多餵養幾頭？那豬草誰打？餵豬的糠和骨粉哪兒來？難道天上會掉下來啊？哎，媽，我聽屠師傅說了，現在外面有一種豬飼料，可好了。買豬飼料養豬，不僅能省下砍豬草的時間和精力，而且這豬添膘長肉又快。要不咱們也試試？宋長貴上輩子就不愛讀書，一心想着做生意，始終認為我逼他讀書是耽誤他晚好些年才發財。這個年代豬飼料養豬還沒普及呢，這小子才15歲，為了一天豬就想到了用豬飼料養豬的辦法，難道他真的有些經商天賦？
媽覺得你說的有道理啊，買豬飼料餵豬，這主意一聽就有前景。既然你喜歡養豬，那就好好養。哎呀，可惜媽現在身上也没錢，但凡媽要是有個200塊存款，肯定把錢拿出来支持你幹這事兒。哎呀，媽，你放心，這買小豬仔和豬飼料的錢包在我身上。嘿。哎，爸，借我点钱呗，我想多买几头豬。我哪裡有錢吶？還有養什麼豬啊？你要是有空，好好看書，多識幾個大字，這才是正經啊！別整天琢磨那些沒用的東西。哎，養豬是他們女人幹的事情，你一個大老爺們，你不讀書，待在家裡面養豬啊？爸，你憑什麼不答應啊？我媽都誇我，說我那路子特別好，一聽就很有前景。爸，你要是不借我錢去搞養豬，那就是耽誤我上進，耽誤我們家發財呀！上進發財，我呸！哎，就你這樣啊，嘴上沒毛，一看都辦事不牢的樣子，做你的春秋大白夢吧！我今天直白的告訴你啊，要錢沒有，你早點斷了這個心思。哎，或者誰哄你的，你去找誰要去。早知道你這麼摳門，傍晚的時候我就不應該給你洗衣服。你不支持我，我就找我奶要去。明天的衣服你自己洗，我以後再也不管你了。老子就知道你是個小兔崽子，沒這麼好心啊！在地裡面幹完活回來，又是幫忙餵豬，又是幫忙洗衣服的，原來是在這裡等着找老子要錢呢！不洗拉倒！就2件衣服，老子還不信了，就找不到2個人幫我洗了啊！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吃。滚滚滾！我吃完了，慢慢吃。等一下，一會兒誰負責刷碗、收拾廚房？明天早上又是誰負責做早飯、午飯和晚飯？媽，你閉嘴！哎呀，姐，別大包大攬的，媽有自己的安排，聽媽的便是啊。媳婦兒，要不……媽，你這是幹嘛呢？就這點小活兒，你抬抬手就做完了，何必剛吃完飯就來為難我們呢？常父說的對，就幾件小事，你抬抬手就幹完了，也值得你拿到桌面上來說。哎呀，你嫁到我們老宋家20幾年了，日子不都是這麼過的嗎？就因為前些天我們2個吵架話趕話，我一時衝動用凳子碰了你一下，你就開始撂挑子了。你也是當奶奶的人了，一點度量都沒有。怎麼的？日子不過了？行啊，那就不過了。还我錢！你幹什麼？你這是謀殺親夫！我他媽！我不過是不小心碰倒的酒瓶，濺到你身上而已。你一個大男人，生什麼氣啊？做人那麼小氣幹嘛呀？哎呀，你先把凳子放下，有什麼話好好說，非得動手不成？哎呀，不就是做個飯刷個碗嗎？你要是覺得你幹了20幾年幹煩了，不想幹了，就他們幾個孩子輪流着來幹。你們幾個也真是的，長這麼大了也不知道幫你媽媽分擔一下家務。從今天開始，鳳仙，那個，周一你就做飯、掃地、刷碗，周二就常文，然後是双雙，以此類推，都聽清楚了嗎？爸，那星期天呢？
婉晴，星期天要不还是你来吧？哎，毕竟咱俩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啊，对不对？那你咋不让你妈来呢？婉晴，你真会开玩笑。我妈不是摔伤了，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吗？她要是能夠幹，我也不會堅持讓你來幹了。哦，你媽摔傷了下不了床，難不成你也摔斷了脊梁骨啊？你剛才也說了，洗衣、餵豬、做飯、刷碗都不過是抬抬手就能幹完的小事兒。怎麼，你的手是徹底斷了，還不起來了嗎？黃婉晴，你15歲就嫁給我，難道你不知道老子壓根就不會做飯嗎？你當着孩子這麼說，你是故意為難我？你跟誰自稱老子呢？你活了40多年還不會做飯，當了40多年的米蟲很光榮嗎？誰生下來就會做飯？不都是後面學的嗎？怎麼，全家就你宋順林金貴，忙時幹幹活，閒時抽煙喝酒打牌樣樣來，還在外面搞。周日你不做飯也行，那就出錢，5毛錢一天，看看誰願意接手。爸媽，我不是貪圖那5毛錢啊，我是覺得咱們爸活了大半輩子，現在來做家務也不太現實。這樣，我是長嫂，這星期天啊就讓我來。那個我也不好收那個爸5毛錢嘛，那個錢就留給咱們耀祖買點東西，好好吃一下，他正長身體呢。爸，想必你也不缺那點錢，能接受吧？啊，行，那就這麼定了。哎，今天不是星期天吧？我們請啊。媽，哎，媽，那3個雞蛋啊，是我給奶奶和耀祖煮的。哦，還有長文，最近春耕就是他幹活最賣力，都累瘦了。宋家是遭荒了嗎？難道全家就剩3個雞蛋了？你煮你的，我拿我的，自己煮少了怪誰？嘿，真鬧心。婉晴，不得了了，你趕緊去河邊看看吧，你們家鳳嬌和涂秀蓮又在河邊打起來了。啥？你個死破鞋，背地裡亂搞，破壞別人家庭不說，大白天的居然還要幫我爸洗內褲，你們不要臉，我媽還要臉呢！看我今天我不捶死你！給我住手！OK。黄婉晴，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母女的！我呸！敢欺負我閨女，你以為老娘怕你啊？有本事你就來找我，我隨時奉陪。老娘生了4兒2女，你敢動老娘一根手指頭，看他們不拆了你涂家的祖墳，揭茅坑！宋鳳嬌，你這個小蠢貨，做事之前動動腦子。你剛才那一棍子要是真敲下去，敲出個好歹來，他有5兒5女，萬一後半輩子都賴上你，讓你養，我看你怎麼辦？我養就我養，打死了算我的。誰讓他搞3搞4破壞別人家庭？涂師傅的衣服他不洗，跑來河邊當好人，不僅要幫我爸洗衣服，還要幫他洗內褲。他喜歡跟你爸洗內褲，你就讓他洗唄。涂師傅都不介意，咱也大度點兒。畢竟世界這麼大，總有一些人有些奇奇怪怪的愛好。媽，你懂什麼呀？每天就知道悶頭幹活，忙來忙去的跟頭倔驢一樣，累死累活，別人挖到牆角都不知道，氣死我了！好啦，別哭了，都空着肚子忙活一早上了，不餓啊？來，先吃一口，墊一墊。你呀，別那麼衝動，有些事發生了，你也改變不了，何必為那些人掉金豆子？不值得。我不是替他們不值，我是替媽不值。有啥值不值的？怎麼？難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秘密？傻孩子，你是我生的，难道还有什么话是跟我都不能说的？宋凤娇，你个丢人现眼的赔钱货，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你居然敢在外面胡说八道，败坏老子的名声！老子非撕烂你的嘴，划破了你的皮！妈，肯定是涂秀莲那老妖精跟我爸告状了，他今天不想打死我。乖，你先回房间躲一会儿，剩下的事别管了啊！快去。哎，你个小杂种，老子叫你你还敢跑？个小杂种，赶紧给老子开门！我让你在外面胡说八道，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你喊谁小杂种？宋春林，你个老畜生，你再喊一遍試試！老娘告訴你，你敢动我閨女半根手指頭，今天有你沒我，有我沒你！黄婉晴，你現在就是一個瘋婆子，你到底還講不講道理啊？你是不知道，宋鳳橋今天早上在河邊，他的村裡面這麼多人的面是如何編排他老子的？我怎麼會不知道？我當時就在現場。你當時也在？哎呀，婉晴，我和涂秀蓮之間是清清白白的，你可千萬不要聽村裡面那些長舌婦亂嚼舌根子。清清白白，他都心甘情願替你洗內褲了，還清白？你平時沒事就跑去涂家打牌，怎麼解釋？我就是打牌而已啊！哎，村裡面這麼多人看着，還能夠幹什麼？要什麼解釋？白天打牌倒確實說得通，不過這十幾年每逢涂師傅有事離家出遠門，你就早出晚歸的，又怎麼解釋？就是碰巧遇見了牌局，你可不要胡說，凡事都得講證據。宋春林，你真當我手裡一點證據都沒有？你少糊弄我，你有什麼證據？別以為自己那些偷雞摸狗的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今天早上涂秀蓮全都跟我說了，她說你前腳收了王媒婆200塊，後腳就去給她買了個金手鐲。不僅如此，涂秀蓮說你還在背地裡答應她，將來把宋家的那對傳家寶也送給她當定情信物，你就說是與不是？涂秀蓮這個蠢婆娘，怎麼嘴上沒個板兒，什麼話都跟個黃婉琪說？哎，你完全現在就是不講道理，我懶得跟你解釋，你自己在家好好的反省一下。爸，哎，你剛才說什麼？金鐲子、玉鐲子？嘿，老子和你們媽說話，關你們幾個小兔崽子什麼事啊？你們厚着臉皮偷聽就算了，現在還好意思來質問老子？我們還沒分家，老子人就是這個家的一家之主，我說什麼做什麼，犯不着跟你們解釋。哎，爸，話可不這麼說啊，常文可是家裡的長子，將來是要給你們養老的宋宗傳承接代的。這不管是金鐲子還是玉鐲子，只要是宋家東西，常文是最有資格過問的了。嘿，你算個什麼東西？你還敢在老子面前叫囂？好，涂秀蓮手上戴的金鐲子就是老子送的，怎麼樣？你們能夠幫我怎麼樣？宋家祖傳下來的翡翠手鐲，將來就算是老子帶到棺材裡面去，也用不着你們來指手畫腳。一群不孝子，都給我滾開！媽的，滾！分家！宋常文，我要分家！你這家又窮又不講理的日子，我一天過不下去了。你要是再不分家，我馬上帶着要走去有商量，我死給你看！全是人幹嘛的日子，別鬧！媽，這可咋整啊？去把你姐喊出來。啊！姐，媽喊你！其他人拿上家伙事兒，都跟我走。媳婦兒，我這個屁呀！給我老老實實在家待着。你這個傻瓜，你媽兜裡比臉還乾淨，你聽她話有什麼用啊？眼看你爸是靠不住了，你有那閒工夫跟着你媽屁股後面上蹿下跳的，還不抓緊時間趁3個弟弟不在家，好好抓緊機會孝敬咱們奶奶呀！你這個傻瓜，咋想的呀？臭娘們！
那是誰要惹着黄婉晴呢？哎呀，谁知道呀？村里现在谁不知道？黄老太啊，最近脑筋啊有点不太正常，谁还敢惹她呀？保不齐是到涂秀莲家里去了。哎呀，还真的是往涂家方向去的。哎呀，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快走！凤仙，你去拍门，用力拍。啊，哎妈，我去吧，我这拍门声比蚊子都小。自己的事儿只能靠自己。凤仙，你去，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妈和弟弟妹妹们在背后给你撑腰，怕什么？有人在家吗？我那个，妈，有刀！不是，黄大姐，您带这么多孩子过来，您这是？涂师傅，我敬重您是个好人，本不想麻烦您，但我确实有点重要的事儿需要当面找涂秀莲谈，麻烦您把她喊出来，我们就不进去了。那行，那你们等着，我这就把她叫出来。彭婉晴，你来这干什么？莫非故意带着人过来看我笑话不成？哎呀，看来涂秀莲被挨打了，活该！他呀，趁涂师傅不在家时啊，到处勾搭野男人。他不挨打，谁挨打呀？涂秀莲，几天前宋春林拿着卖闺女的200块钱，在县城花199买了个龙凤呈祥金手镯，他当着全家人的面亲口承認說是送給你了。我今天帶着孩子們過來，就是為了要回那個金手鐲。我不管你跟宋春林在背地裡關係有多好，他哪怕是賣血賣腎換錢給你買金手鐲，我都不在意。但他拿着賣閨女的錢給你買東西，我第一個不答應。別說是個金鐲子了，就算是根針，我今天也得要回來。涂秀蓮，你不是跟我說這鐲子是你爹留給你的嗎？這到底怎麼回事？哎呀，當家的，你聽我給你解釋呀。這個鐲子真的是我爹留給我的，你別聽這個黃婉晴胡說八道。今兒早上他跟我吵架沒吵贏，他就欺負咱們夫妻沒有兒女，所以故意帶着他的兒女來咱們家示威欺負人呢。但凡見過我戴手鐲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個龍鳳呈祥的金手鐲，這個金子上沒有寫名字。黃婉晴他就認準了這一點兒，就故意上門來刁難咱們，你可別上當啊。鳳仙、鳳嬌，你們倆是閨女，給媽認真聽着。這個金鐲子今天若是能要回來，那是最好的結果。若是要不回來，涂家硬要媚一下，那媽今天也得給你們做個榜樣，以後不管遇到什麼事兒都不要怕，只要你們兄弟姐妹齊心，就沒人能欺負得了你們。那個黃大姐啊，咱們相親這麼些年了，你們應該了解我這個人的脾氣秉性。我這人不貪財，不論如何，沒人親眼看見你們家宋春林親手把鐲子交到我媳婦手上，你這張收據也說明不了什麼。就算你家男人買了一個差不多的手鐲，也未必是送給我媳婦的。這或許他是送給本村或者其他村的什麼小媳婦呢？媽，涂師傅說的對，也僅憑張收據和爸在院子裡說的幾句氣話，就這麼武斷硬氣的說涂婶兒手上那個金鐲子就是爸送的呢。咱們說話做事還是得講證據，憑道理是吧？混賬！你這個逆子，胳膊肘居然往外拐，自己想當好人，就公然背棄親媽和嫡親的兄弟姐妹。你這種東西放在戰爭年代就是漢奸走狗，是會挖自家祖墳的畜生。媽，我說錯什麼了？你憑什麼動不動就打人啊？
還好意思問我說錯了什麼，凭什麼打你？事情还沒搞清楚，你就敢下定论说你媽武断，没证据没良心，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我，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自私自利。我用巴掌打你都是轻的，我就该用扁担把你往死里揍。妈，你冷静点，你不管三哥犯了多大的错，你等回家再揍他也不迟啊！哎呀，算了吧，妈，这么多人看着呢啊，咱们等金镯的事情搞清楚了啊再说吧啊！放！行，凤娇，去把村长和大队长请过来，就说咱们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他们帮忙做個見證。好。那個黃大姐，我突然想起來，今天還有事兒，我這馬上就要出門。你看，這金手鐲這物件是個死物件，它也沒長腿，自己不會跑。要不然這樣，過兩天，咱們兩家一塊坐下來好好吃個飯，專門說這個事兒，你看行嗎？不行，物件是死的，但人心是活的。這件事兒今天必須有個結果，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絕對不能這樣含含糊糊、不清不楚的。那怎麼回事啊？所以黃大姐的意思是你有辦法分辨這個金手鐲的出處以及誰在說謊是嗎？沒錯。那既然你都有辦法分辨，為何不直接雙雙對峙，還要這麼麻煩把我們倆叫過來？是。大隊長，您別嫌我麻煩。原本我帶着兒女們來找涂師傅和涂秀蓮對峙，是因為看中涂師傅的人品，相信他不會偏袒自家婆娘。誰曾想，在遠近親疏面前，人品貴重如涂師傅也不能免俗，心裡偏向自己的家人。涂秀蓮就是在撒謊，她手上戴的那個金手鐲，並不是她爸留給她的，而是我家那個死男人在幾天前收了王媒婆的部分彩禮錢之後，專門去縣城給她買的。大家若是不信，不如讓涂秀蓮講一講，她那個金手鐲樣式是找縣城哪家金鋪打的，可有收據？不是，就是我爸隨便在那個縣城找了個金鋪打的，根本就沒收據，是嗎？那我問你，你手鐲裡面那圈字母和數字代表了什麼？你爸告訴你了嗎？或者說，那金鋪的打金師傅可有告訴過你？這個字母和數字什麼意思啊？黃外琴，你別想訛詐我啊！這個手鐲裡面的字母和數字就是普通的紋飾罷了，根本就沒有什麼意思。村長，整個三元村我黃婉清最信任的就是您和大隊長了。這是幾天前宋春林去買黃金手鐲的收據，還請您二位幫忙做個見證。這收據上清清楚楚地寫着手鐲的款式、名稱、圈口、尺寸，還有獨一無二的刻數鋼印。只要涂秀蓮把手鐲摘下來，由您二位幫着鑑定一下，就知道誰說的是真話，誰在說謊了。還愣着幹什麼？趕緊把鐲子摘下來！還真是一模一樣。沒錯，這鐲子的款式、克重還有圈口大小都能對得上。涂秀蓮，你還有什麼話說？這個宋春林送給我的，又不是我偷的。你，他們閉嘴！老子這麼信任你，你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時候給我戴綠帽子！村長，既然認定了這鐲子是老宋家的，那就物歸原主。我師父從小教導我說，不是自己的東西萬萬不能拿。這麼多年，我也是憑自己本事吃飯，從來不偷雞摸狗。黃大姐，對不住了。既然確定這東西是你們家的，不虧心你就拿回去。虧心？就算是虧心，那個人也不是我。村長、大隊長，既然事情搞清楚了，那就物歸原主吧。辛苦您二位特意為我們主持公道而跑一趟。不辛苦，不辛苦。你這個王八蛋，你還我手鐲！你還我手鐲！你還我手鐲！你從小就偷學我爸的手藝，長大了你把我爸氣死了，還把我們的家財霸佔了，你還虐待我，還打我，還欺負我！
你把老娘逼急了，老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跟你说，你划我手住手！既然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还闹什么闹啊？要打架，你们在家里边关起门来打，别把孩子们给带坏了。都说百年修得共枕眠，你俩呀就好好过生活，别瞎折腾了。涂師傅啊，真可憐，那麼能幹又好脾氣的一個人吶，居然娶了這麼一個紅杏出牆的母老虎當媳婦，真是倒了8輩子的血霉啊！你這個王八蛋，你以為老娘怕你啊？你划我手手，你划我！媽，我感覺那個涂秀蓮，她好像還挺可憐的。那兩口子呀，就是爛鍋配爛蓋，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媽，你為什麼這麼說呀？他要是乾脆利索的把金鐲子還給咱們家，我倒敬他是條漢子。若真是個好脾氣的，有本事當一輩子縮頭烏龜，偏偏便宜想占盡，綠帽子又戴不起，背着人的時候把老婆往死裡打，人前卻裝出一副受氣包的樣子。我看這男的呀，就是為人陰險，心比刀冷，這種人壞事做多了，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走。媽，你們咋這麼快就回來了？還藏什麼？我們又不瞎。哎，三弟，你這臉咋腫了？那個廚房裡有香油，消腫止疼的，給你抹點。也好。哎，長風，莫非你剛才跟媽出去一趟，還真把咱們爸送出去的金鐲子給要回來了？啊，要回來了。嘿呦，要不說江兒老大的。哎，三弟，你不是之前一直想去縣城找那個花圃場的司機師傅學開車，但是缺錢繳費嗎？啊，大哥和大嫂商量好了，願意借我一點。哎呀，你這話說的，我跟你大哥又沒分家，手裡哪來的錢啊？況且啊，還養着耀祖這麼個吞金獸，我們都是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你又不願意借給我，那你還提這茬幹什麼呢？三弟，你到底是真傻還是假傻呀？剛才家裡要回那個金鐲子，可是值199塊錢。咱們4個兄弟要是平均分一下，每個至少能分得個40塊錢。雖說40塊錢啊，你用來交費還差點，但是到時候咱們4個兄弟互相湊一湊，那還不是夠了？也對，那我回頭去找找媽，念叨一下這件事兒。凡事趁早，我看媽最近啊是被大姐和小妹迷的是團團轉，咱們4個若是再等等，沒準被他們兩個悄悄給滅一下，到時候呢，金鐲子就是他們的呀。哎，大嫂不是為了挑撥你們兄弟姐妹的感情啊。你知道大姐和小妹終究是要嫁人的，這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到時候金鐲子到他們手裡了，那不是便宜別人了嗎？行，我今晚就去找他。媽，我想娶媳婦兒。你奶還沒死，你爸才是一家之主。這種大事兒，去找你奶跟你爸拿主意。爸，我想娶。別問老子，老子沒錢。要問你奶去。別來找我，我那點棺材本啊，全都拿去買金鐲子了，現在在你媽手裡攥着呢。你去找她。媽，我想學開車，聽說花圃場的司機一個月掙的可多了，我想試試。我掙了大錢，我保證先給家裡上交，等有了錢，咱們幹啥幹不成？哼，說的比唱的好聽，鬼才信。上輩子買地湊錢供你學開車，賺的錢全拿去花天酒地，不但1分錢沒往家裡拿，還變着法兒的跟家裡哭窮。小白眼狼，想讓我出錢，做夢去吧！長風，你非得這個時候跟你二哥爭是吧？你想學車什麼時候不能學啊？非得這時候拿你二哥的彩禮錢去交學費啊？你想學車啊？這事兒咱能等。那你二哥成家，那外頭姑娘能等嗎？二哥，你這話說的可真難聽。咱媽什麼時候說過這筆錢給你當彩禮錢了？啊？憑什麼讓我等？又是誰家的姑娘等不了？不等拉倒，那說明和我們宋家沒有緣分。等咱有了錢，誰家的姑娘娶不了啊？
多吃点儿，不吃飽了怎么有劲儿干活？快吃。耀祖啊，你奶说的对啊，咱们要多吃点儿，才有力气给家里干活啊。搞笑了，一个4岁的小孩子能够给家里面干什么活啊？哼，馋就是馋。亏你还是当爷爷的人，4岁的孩子吃2塊臘肉怎么了？虽然耀祖才4歲，但他已經知道早上起來先去雞窩幫家裡撿雞蛋，白天也會挖蚯蚓餵雞，不像有些老不死的，自己的3個兒子還沒娶媳婦兒，還都一事無成，他就先掏空家底兒，拿閨女的彩禮錢去買金鐲子養破鞋。哼，怪我了！哼，花万钱，我們送的是缺你吃了還是缺你喝了啊？我不過是犯了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會犯的小錯誤。哎，花萬錢，你不是都把東西要回來了嗎？你還要抓着這個事情不放，有意思嗎？把家裡鬧成這樣，哼！不怪你，倒怨我把日子鬧成這樣，你腦子沒病吧？你腦子才有病！我才40歲，是個如日中天的男人，我有正常需求嘛。你自己也不照照鏡子，自從你生了6個孩子以後，你看看你，反而還瘦不拉幾的，要啥沒啥，還像個母燕菜一樣，哪裡有一點女人的樣子嘛？你再看看人家涂秀蓮，哎，你們2個歲數差不多，她還比你小幾個月，那才像個女人嘛。宋春林，你現在就去死！我呸！你個老畜生，臭不要臉！我15歲就嫁給你，為你生兒育女操勞一輩子，你不僅沒有半點良心，居然還嫌棄我，罵我是母夜叉！難怪你上輩子是個短命鬼，活該！壞事做多了都是你的報應。我今天就把話撂在這兒，我等着你明年不得好死！瘋了！你們徹底瘋了！黃萬錢，你不要以為給我們宋家生了4個兒子就了不起，你3番4次的打我，老子要跟你離婚，非離婚不可！離！誰不離誰是畜生，誰不離誰不得好死！你黃萬錢！媽，爸那脾氣你也知道，你別往心裡去。大不了就跟隔壁趙婶說的那樣，有他當沒他一樣過，咱們過好自己的日子。你看，如今我們姐弟幾個也長大了，家裡的雜活還有上山下地的重活，我們都能料理得很好。你也該歇下來享享清福了。媽，誰心疼你，都不如你自己心疼自己。行了，你先出去吧，我一個人靜靜。看來宋春林那個拎不清的蠢貨說的沒錯，宋家祖上確實傳下來一對翡翠手鐲，但我怎麼從來沒見過呢？上輩子宋春林和老太太去世後，遺物都是我收拾的，根本沒見着那對鐲子。老太太只有宋春林一個兒子，肯定不會把鐲子給別人。難道是宋春林早就背着家裡人把鐲子給了別人？鳳嬌，我的好妹妹，這大嫂知道你一向會說謊，你幫襯一下，勸媽讓她冷靜一下。咱們爸媽是千萬不能離婚的，不然咱們這個家就徹底散了。你幫襯。啊，去。現在還沒分家，2個姑子還沒出嫁，3個弟弟沒結婚，姑姑還愛搞破鞋。他們要是離婚，這爛攤子不全落在我頭上了？可不能讓他們離婚。媽，你渴了吧？我偷了奶奶的蜂蜜，給你沏的蜂蜜水，快嘗嘗。鳳嬌，快，媽知道你最機靈，現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兒需要交給你去做。媽，你是不是想讓我盯緊我爸，防止他再掏空家底去養外面的狐狸精？聰明呀！你還記得宋家祖上傳下來的那對翡翠手鐲嗎？啊，務必盯緊了。大白天的，這宋春林又在搞什麼名堂？哎呀，
好柳儿，你看这个，来，哎呀，死鬼！当年你跟涂秀莲好的时候，还知道送她金镯子，怎么到我这兒了，就用一兜子破鸡蛋打发我？呸！就你这點誠意，我才不要跟你好。哎呀，好柳兒，你別急嘛。這幾天我家那個瘋婆子看得正眼，就這一兜雞蛋，我都是特意等她出門了才敢進廚房拿的。哎呀，好柳兒啊，我這麼的在乎你，我家又沒有養幾隻雞，我吃雞蛋都費勁，不然才不會幹這種丟格的事情呢。死鬼，就你知道說好聽的話。哎呀，好柳兒啊，我告訴你，我家有一隻祖上傳下來的翡翠玉鐲，那可是從皇宮裡面流出來的寶貝呀，就連那個瘋婆子都沒機會看上一眼。前些天我媽摔傷了腰，她擔心那個瘋婆子趁我不在家偷偷的去翻她的香籠，所以呀，她已經把那個翡翠玉鐲傳給我了。等過些時候風聲下去之後，我就悄悄的拿出來。哎呀，戴在你的手上怎麼樣？你該不會是在哄我吧？誰家祖上傳下來的玉鐲不是成雙成對的，怎麼到了你家裡就變成一隻了？還有，我可聽說你前2天就被黃婉晴趕出來了，你現在自己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你要真有那寶貝，你藏哪兒啊？我才不信你的鬼話。哎呀，好柳兒啊，你這說的什麼話？我這麼的稀罕你，我怎麼捨得騙你呢？這老話怎麼說的？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個瘋婆子她做夢都不會想到我會把那個翡翠玉鐲藏到她床底下的隔板裡。你真的沒騙我啊？你真的沒騙我？哎呀，放心吧，心肝兒，我怎麼騙你？來吧！哎呀，哎呦，好柳兒，哎呀，柳兒，哎呀，知道。啊！這點火足夠把附近村民引來了。不要臉的狗男女，我就讓你們丟臉丟個夠！哎，前面怎麼冒煙？該不會是着火了？趕緊去看看，常文，一起去。哎，誰這麼缺德，在這點火？哎，這廟門誰給拴上了？哎，你幹什麼？你們幹什麼？你們誰呀？誰團的火？裡面有人！你都出去！那啥，常文，要不你先回家給你爸找身衣服穿上。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我爸換洗衣服放哪了？常文啊，你爸他咋了？這大白天的，怎麼讓你回家拿衣服啊？他是不是下地的時候意外摔着了？是不是不小心落水了？他現在人怎麼樣？沒事吧？哎呀，奶奶，這事別管了。哎呀，好孩子，你就跟奶奶說實話吧，奶奶沒事的。你爸爸是不是傷得很嚴重啊？常文啊，雖說你媳婦兒給你和耀祖開小灶是我默許的，可今天一早上就少了18個雞蛋，這也太過了點吧？現在可還沒分家呢，兄弟姐妹之間還是得互相體諒一下的。啥18個雞蛋呢？
我媳妇今早就煮了2个鸡蛋呢。长文，你是家中长子，今后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得好好管教一下你那媳妇儿。我平时看她吧，还像个好人，不曾想这才结婚几年呢，就学会偷家里东西，拿回去补貼家用了。奶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那是什么样？总之，这鸡蛋不是我媳婦拿的。不是她还能是谁？我看她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整天偷奸耍滑的。是哪个缺德的王八蛋干出这种没种的事情来，活该他断子绝孙！老畜生，又骂什么呢？对方到底干出了什么事儿？你倒是先说出来，全家一起听听，我们也好帮你评评理儿。算了，他老子放屁！爸，你是不是又偷厨房鸡蛋送给刘寡妇了？你胡说八道什么？那兜鸡蛋是刘寡妇她自己主动拎来送我的。我胡说八道？爸，到底是誰在胡說八道？劉寡婦家根本就沒有養雞蛋，哪來的雞蛋？爸，你都一把年紀了，能不能少幹點缺德事兒？憑什麼你幹的這些事兒讓我們小輩來背鍋？個小畜生，你給我閉嘴！反了你了！老子才是一家之主，用家裡面幾個雞蛋，怎麼了？還輪不到你在老子面前指手畫腳的。分家！我要分家！這個家既然沒有我說的份兒，我就帶我孩子分家分出去過。這個小畜生，你說什麼？我和你奶奶還沒有死，你下面3個弟弟還沒有成家，你就敢想着分家？哎呀，你說是不是賀雙那個毒婦撺掇你啊？哎，他怎麼就看不得我們一家人過好日子啊？是我說的。我呸！你少在我面前來這套，肯定是賀雙那個毒婦在背後撺掇的。長文，今天我在這裡警告你啊，以後你再敢提分家2個字，我就把你這個媳婦給休了，讓你繼續打光棍兒。分家這事兒我答應了，回頭挑個好日子，直接請村長和同親戚來家裡幫着做個見證。瘋了！我看你是徹底昏了頭了。現在分家啊，長文一家3口出去，哎，是勞動力多，負擔少，日子是好過了。可長母、長父、長貴他們3個將來結婚怎麼辦啊？還有我媽，老大媳婦兒分出去了，誰來照顧她？哎呀，黃婉清啊，我看你就像根攪屎棍兒啊，你恨不得把我們一家攪散了才好啊！哎呀，我們老宋家娶了你這麼一個惡毒的女人，真是造了什麼孽呀！宋春林，我活了近40年，見過不要臉的，但還真沒見過像你這麼不要臉的。幫着兒子們成家立業，不是你這個當爹的責任嗎？怎麼，你們老宋家生兒子就是為了一個幫一個啊？老大幫老二，幫完老二幫老三，在一起幫老四？那你這個當爹的是幹啥吃的？是死了嗎？你少咒我！咒你，我還怕髒了自己的嘴呢。賀雙是我兒媳婦兒，不是你媽兒媳婦兒。她願意伺候奶奶，那是孩子心地善良，又不是她的義務和責任。啊，對，你也說了啊，照顧我媽不是孫媳婦的責任，是你這個當兒媳婦的責任吶！我呸，還兒媳婦兒？早在你媽慫恿你離婚另娶，鼓動你搬凳子砸我的時候，她的兒媳婦就死了。她會有今天，哪怕爛在床上，都是她的報應。宋春林，我今天把話放在這兒，誰的媽誰來管，你孝順你自己上，老娘不幹了。分家這事兒就這麼定了。長文，你們2口子要是真想分家，現在就去通知村長一聲，再跟組裡的叔叔伯伯們約好時間，明天上午9點，擺桌分家。你敢！宋成寶，你是聾了嗎？媽叫你通知村長和叔伯，你還在這幹什麼？趕緊去，別耽誤時間。賀雙，
哎，给我回来！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吗？能不分家就最好別分家。一根筷子容易折斷，10根筷子綁在一起就有力量。一家人只要齊心協力，才能辦大事啊！村長，我們想好了，這個家必須分，無非就是分一下這幾間房屋、後院的幾分菜地、幾頭豬、幾隻雞，還有屋檐下的2箱蜜蜂，宋家傳下來的家底兒。真到了非分家不可的地步嗎？婉晴啊，不看生面看福面，你得為幾個孩子着想啊！我就是為他們考慮，這才想着先分家後離婚。否則呀，我這幾個傻兒子辛辛苦苦掙的一點工分和糧食，還沒進自己肚子，怕是就先被親爹糟蹋一空了。與其全家所有人養一隻蛀蟲，倒不如大家分頭努力，各自掙各自的前程，互不耽誤。各位說句公道話，像宋春林這樣當爹的，有把自己的兒子放在心上嗎？無非是把他們當成親生的長工罷了。村長伯伯，我願意分家，我也願意。我也願意吧。宋春雷，你是一家之主，這事兒你怎麼看？我怎麼看？我的看法很簡單，宋家祖上留下來的只有一個窮字，沒得分吶。黃婉琪想分家，好，這個老房子還有後面的菜地，家裡面的豬啊雞啊，黃婉琪他想怎麼分就怎麼分，隨便他。無恥的老東西，不就是想獨吞宋家祖上傳下來的家業嗎？算了，有本事的兒孫不靠祖宗也能活得好，沒出息的不孝子就算守着祖宗家業，那也是個敗家的玩意兒。既然宋春林不願意分，那便由着他吧。若按他的命數，那些財產最多也就能再捂1年。既然4個兒子想分家，不願意養親爹，老子就如了你們的願，4個兒子全部分出去當過，以後要死要活隨便他們。今天分家也好，離婚也沒有問題，但是我醜話我要說在前面啊，我一個大老爺們兒，我下地幹活是把好手，但是家裡面的細活我幹不了啊。我媽摔傷了腰，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呀，我爹也不在，那只能夠讓黃婉琪來照顧。你先別說話，等你男人把話說完。春林了，你還有什麼別的要求嗎？還有一點，也是最重要一點，我家鳳仙和鳳嬌必須跟着我。嘿，他媽呀，心比天高，恨不得2個女兒嫁給皇帝。哎呀，要是讓2個閨女跟了他媽，我就算死了，做鬼我也不安心吶。幹什麼？宋春林，你真是臭不要臉！你要今天打死这個老畜生，非掐死你不可！哎呦，放開！宋春林，你個作死老畜生！前幾天差點把我的鳳仙嫁給隔壁鎮的傻子，現在居然還敢打他們倆的主意！誰不知道你是惦記2個閨女的彩禮啊？虎毒還不食子，你個死老畜生，你簡直比老虎還惡毒！哎呦，你還幹什麼？你瘋婆了！打死你這個死老畜生！我掐死你！這怎麼回事啊？鬧成這樣，這個家還怎麼分呢？身世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來了，不就分個家嗎？這還不簡單？宋春林前面說的話我都贊成，但最後2點必須反過來。宋春林的母親她自己負責贍養，我自己生的2個女兒都跟着我過，誰也別想來沾邊兒。
他管生他的，我負責我生的。我黄婉晴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的2个闺女凤仙和凤娇，今后若是想嫁人，彩礼钱我1分不留，全部当做嫁妆返回去。若是不想结婚，想跟兒子們一樣單獨立戶幹活讀書，我也全力支持。哎呦，黃婉晴真是倒反天罡，哪有闺女出來單獨立戶的，還讀書？就是啊，可她不留彩禮錢啊，彩禮全部帶回婆家，這不相當於娶她女兒不花錢嗎？黃婉晴，老娘看你才是做夢，老娘不稀罕你服侍。我老兒子休了你以後，他自然會給我找一個聽話的兒媳婦照顧我。但是宋家那2個賠錢貨，你一個都別想帶走。他們2個生是宋家的人，死是宋家的鬼。我呸！你以為誰稀罕姓宋啊？等我離了婚，第一件事就是給2個閨女改姓兒，以後就叫黃鳳仙、黃鳳嬌。還有啊，我又沒做錯事兒，我給老宋家生了4個大兒子，我憑什麼搬出去？這家必須分婚，必須離。但想讓我們母女3個搬出去，想都別想！皇室，你怎麼跟你媽說話的？你的孝道在哪兒啊？難道你嫁出門之前，你爹你媽就這樣教育你的？皇室，這全村人都看着呢，你敢當着我們族老的面這上竄下跳，你毆打家暴自己的丈夫在前，辱罵自己的家婆在後，人前你尚且如此，人後豈不更甚？你這個女的要放在過去啊，關在祠堂都怕辱沒了祖宗，是要被進豬籠的。你說什麼？敢不敢再說一遍？宋春林幹的那點破事兒，全村有目共睹，難道不該揍嗎？你不問因果，偏私護短，簡直枉為長輩。現在都已經是新時代了，你居然還想搞舊時代關祠堂進豬籠那套毒害我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我看你是不怕挨批啊！族伯啊，現在我們還沒離婚，我還敬您是長輩，尊稱您一聲族伯。說句不好聽的，剛才我們爭吵打架，您都一言不發。現在我不過是回了我婆婆幾句嘴，族伯就坐不住了。族伯對我婆婆的事這麼上心，不如您把她接回家，給她養老算了。皇室，你胡說八道什麼呢？啊，當着這麼多親戚外人的面兒，你要再敢亂說，我撕了你的嘴！我有沒有亂說？族伯你自己心裡有數。哎，族伯，你還記不記得我跟宋春蓮結婚那天晚上，我公爹喝醉了酒，早早就被人抬回了房間，您卻趁機偷偷爬上了我家2層閣樓，跟我婆婆2個人啊單獨在閣樓上待了1個多小時才下來。您慌裡慌張，邊提褲腰帶邊下樓，結果在樓梯口被您的小孫子給撞見了。您的小孫子問：“你們在樓上咿咿呀呀的做什麼呀？”族伯說：“在幫我家捉老鼠。”族伯，你沒印象啦？你們別聽皇室在這胡說八道，這根本沒有的事兒啊！我想起來，我家裡還有點事沒處理好，我想回去看看。既然他們2口子想要分家，強扭的瓜不甜吶，那分了便是。分，趕緊分！這叫個什麼事兒？還不夠丟人的？哎呀，婉晴啊，你婆婆今天有点不对劲儿，一直在你家门口賊眉鼠眼的，可别是憋着什麼壞，你得當心點兒。成，我知道了。
真是活见鬼了！那东西跑哪儿去了？来人呐！家里遭贼了，快来抓贼呀！抓呀！给我站住！来人呐！抓贼呀！住手！你给我住手！黄婉晴，你个疯婆子，你看清楚了，那是你男人。你们两口子还没有离婚，我儿子回自己房间拿点東西，难道还犯法了？算哪门子偷？你少到外面胡言乱語，壞我兒子的名聲。媽，你不是一個人在這曬太陽嗎？居然知道宋春蓮趁我不在家偷偷撬開我房門的鎖，在我房間翻東西，難不成你這後腦勺上還長了千里眼啊？這哪是曬太陽啊？莫不是幫着兒子在外面放風吧？你趙阿妹，你給我閉嘴！我們宋家的家事還輪不到你一個外人來插嘴。嗨，既然是家事兒，那你們倒是回家裡關着門說呀，跑到外面來嚷嚷，不就是讓我們大家伙給他們評評理嗎？還有再說了，我家和你家就一牆之隔啊！你兒子今年能跳牆到這兒來，那明天保不齊還跳牆到別人家去呢。有兒子在家裡偷東西，老娘在外面放風，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我呸！你氣死我了！哎呦，我的老腰！哎呦呦呦呦，裝的可真像啊！你也就糊弄一下黃婉晴這個大傻子，這要是換着我婆婆，天天在家裡這麼作妖，我早800年把她送到敬老院去了。媽，您該不會真的是在這兒替宋春蓮那個畜生望風，防着我提前回來，好通風報信吧？你哪隻眼睛看見我在望風了啊？別冤枉好人！我活了大半輩子，從來不說謊。今天呀，我就是坐在這裡曬太陽，其他的事情壓根就不知道。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媽，你說你從來不說謊，那我倒想問問，為什麼分家之前你說你摔傷了腰，躺在床上坐都坐不起來，吃喝拉撒都要我跟賀雙在床前伺候？可是1周之前我們上午才分家，您下午就能親自下床去給宋春林做晚飯，那您之前不是說謊是什麼？難不成分家還能包治百病啊？我都是被你們氣好的。黃婉晴，你少在我面前胡攪蠻纏，咱一碼歸一碼。你說我兒子趁你不在家翻院牆去你房間裡偷東西，那你倒是當着大家的面說說看，你房間裡能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以偷？你家裡什麼都沒有，偷個屁呀！誰說我房間沒有值得偷的東西啊？我上個月剛回娘家跟我幾個哥哥借了500塊錢，那是給常武的彩禮錢，還有常福的學車費。香籠裡還有我媽陪嫁的2個銀鐲子啊，還有從涂秀蓮那要回來的金鐲子。一會兒我回去要是找不見了，那肯定就是宋春林偷的，到時候你們娘倆就看着辦。黃婉晴，你少忽悠人！你宋长文，趕緊帶着弟弟們回家去一趟，你爸你媽又打起來了啊？怎麼回事啊？我媽是不是手癢了？不打架這日子過不下去是吧？你閉嘴！你怎麼知道是媽手癢了？我看肯定是爸又幹了什麼討打的事情。算了，走回去看看吧，走吧。當初你想嫁進宋家，我就不同意。看你那走路妖裡妖氣，跟個狐狸精一樣，一看就不像個正經過日子的女人。以前你爸還在的時候，你每次洗完澡沒事兒，總愛往你爸面前晃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這個賤蹄子在想什麼。哼，年輕偷吃，老來發揮。若不是你這個賤貨做出意在先，我那麼好的兒子怎麼可能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都是你逼的。奶奶，你夠了！怎麼只准你媽當着族親的面編排我，還不許我罵她2句了？奶奶，我媽說你的這些事兒有時間有地點還有人證，你編排我媽那些事兒連個影子都看不見，全靠你一張嘴瞎編。我告訴你，你要是再這麼胡說，小心我爺半夜回來找你。我呸！你個小賤蹄子，還敢咒我？你看我敲死你！夠了，聽他放屁。黃文清，你想做什麼？做什麼？
宋春林偷了我的全部财产，我当然是要討回来。凤仙、凤娇，你们俩过来，跟我一起搜。常文、常武、常富、常贵，你们在门口看着。今天你们爸趁我不在家，偷偷翻墙偷走了我的500块钱，一只金镯子，一对银镯子。今天我搜这一趟，只要討回自己那份儿。要是搜出来多的，证明你們奶奶和爸爸在分家的時候藏私了。你們都姓宋，要是搜出來多的，咱們就按人頭再分一次家。好，走。哟，好家伙，見過婆婆翻兒媳婦房間呢，這兒媳婦搜過婆婆房間呢，還破天荒頭一次見呢。這黃婉晴啊，說的沒錯，這宋老太母子倆欺人太甚在先，兔子急了還咬人呢，這都把人家逼得沒活路了，這能怪誰呀？就是，自家兒孫娶媳婦學本事，做奶奶的和做爹的不知事也就算了，人家黃婉晴自家壓箱裡的嫁妝和從娘家借來的錢，居然也想偷走，活該遭天譴。凤仙，你負責找房頂、房梁，還有各種牆洞、窗戶縫。好，鳳嬌，你仔細找一下桌子下面、床底下，千萬別放過犄角旮旯，看看有沒有隔板、小暗盒。沒問題。好。難怪剛分家就敢做紅燒肉，合着老宋家的家底兒全讓你們娘倆昧下了。我是兒媳婦兒，是外人，不讓我吃肉還能理解。可常文、常武、常福、常貴4個兒子，外加耀祖這個長孫，可都是宋家的血脈，難道他們也不配吃肉嗎？黃婉晴，你下手這麼狠毒，就不怕遭報應嗎？你都不怕報應，我怕什麼？媽，找到了。這些銀元是從房梁上找到的，用稻草捆成一提。我剛才乍一看，還以為是老鼠窩呢。當初分家的時候，你不是跟族裡的叔伯和村長保證宋家沒有家底了嗎？那這些又是什麼？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就好。畢竟您向來都對外宣稱自己從不說謊，可千萬不能當眾打臉啊！媽，金條，奶奶房間有金條。足足6塊呢！哎，這麼多金條！哎呀媽呀！哎，媽，爸房間這些東西，你打算如何處置啊？滾開，滾開，統統都給我滾開！這些，還有這些，全都是我的，你們別想打我的主意。喲，好家伙，原來這宋老太腰傷是假的呀，這拄拐杖也是假的。奶奶，你自己跟我們說的，你家祖上3代貧農，你一窮二白嫁進我們老宋家，我們老宋家可曾虧待過你？爺爺前腳剛走，你後腳就霸占老宋家財產，兒孫分文未分，你真的就不虧心嗎？我虧什麼心？我虧什麼心？這些都是我的棺材本，你們誰都別惦記。常文啊，你領着3個弟弟，先把奶奶請回房間休息。咱們再好好坐下來，重新商量分家的事兒。好，去，快去！走，黃婉晴，走了。黃婉晴，你給我等着！小心點兒，可千萬別傷着奶奶的腰。黃婉晴，凡事啊，別做得太過。如今你這麼對自己的婆婆，將來你也是會老的那麼一天，你就不怕自己的兒孫也這麼對你自己嗎？就是黃婉晴，你今天這麼重也太過分了。我要是你們啊，與其在這閒吃蘿蔔蛋操心，不如回家瞅瞅，看看自家房梁上是不是也藏了寶貝。老宋家祖上傳下來的東西，不管怎麼分也分不到你們手裡，咋就那麼愛瞎操心呢？行，走。今天媽房間少了1個金鐲子、2個銀鐲子，還有500塊現金，這些正好抵了。常文，剩下的所有東西你跟你媳婦兒來分，全部平均分成5份，你們兄弟4人各1份，我跟你爸還沒離婚，合起來算1份。
小妹，反正這裡也沒咱們什麼事兒，咱們去割豬草吧。我不。大哥大嫂，我觉得今天桌上这些金银千两，我跟大姐也应该分一份。去，一邊去！男人分家，女人湊什麼熱鬧啊？什麼叫湊熱鬧？這些東西都是我跟大姐一起幫媽搜出來的，我們憑什麼不能分？我就要分！我跟大姐就算不是兒子，那也有功勞和苦勞。我告訴你們，你們今天誰要是唯獨不給我和大姐分，那這破日子誰也別想好好過了！我看你們誰能活得出去！媽，你快管管凤家，男人分家，女人來掺和什麼呀？說这让人笑話。是啊，你们男人分家，我一个女人在里面掺和什么？我劝你们呀，有时间内讧，倒不如快刀斩乱麻。你爸也快回来了，要是让他知道我们趁他不在家，掏空他的家底平分，他一气之下再把族长给请过来，那就……啊，对，妈说的对，咱们还是赶緊分吧。萬一爸要是趕回來了，咱們一個毛都撈不到。那個大姐和小妹跟咱們是血脈相連，要分一起分。大嫂，你什麼傻呀？沒聽出來媽是給大姐小妹在說話呀？要是咱們不跟她分，我一頭爸跟媽鬧起來，你們要得出？那個錢跟銀元分成6份，咱們4房各1份，爸媽和奶奶1份，大姐和小妹1份。至於這5個小金條，這5個金條啊，是宋家的傳家寶，將來是要給宋家娶媳婦傳宗接代的，自然不能往外傳。那個就分成5份，每份1個啊。那個大姐和小妹就不分了啊。這些金條都是我跟大姐一起找出來的，憑什麼不能分？我要小說你們出來。鳳嬌，你少說2句。行，我覺得說2分的合適，就這樣辦吧。來嘛，我要個金條。媽，咱們今天這麼做會不會不太好？我看你是昏了頭了，還去心疼一條毒蛇。你忘了那個死老太婆，還有你那不做人的爸，謀劃着要把你跟你妹賣掉了。他們做初1，我們做15，沒什麼不好。可是奶奶年紀大了，咱們把她壓箱底的東西都拿走了，她心裡沒了倚仗。瞎操心！你看你奶今天趴桌子那麻利勁兒，像是年紀大了的樣子嗎？什麼叫掏空他的箱底兒？那些東西啊，本來就是宋家祖先留給子孫的，是被他霸佔的，還留給他當倚仗。他倚仗多了就不幹人事兒，整天騎在你們頭上作威作福，沒了也好。有人來了，看看去。媽，二哥、四哥，你們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黃婉嫻現在在我們老宋家，那可真是肆無忌憚、作威作福啊！看把我給打的，看吶，他可真是往死裡面下手啊！春林，你放心，如果真的是我家婉晴錯了，媽今天一定會為你做主。謝謝媽。媽，喝水，喝水。說吧，婉晴，你們2口子怎麼回事？那要看宋春林告的是哪一樁了。媽，你看我頭上這個傷啊，還有我這臉上的青腫，還有我手臂上這個大窟窿，可都是黃婉嫻幹的好事啊！媽，當初您可說過，只要我娶了黃婉嫻，您就會把我當親兒子一樣對待。您今天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婉晴，他說的是真的嗎？你都多大的人了呀，連孫子都有了，2口子還鬧成這樣，打鬧也沒個輕重，真是太不像話。親家母，你這話說的就不對了哈！你看你閨女把我兒子打傷成這樣，都快殘廢了，還能說是打鬧？我用詞不準確唄。我們老黃家呀，祖上3代都是貧農，
没讀過什麼書，說話也沒文化，不比你們家。祖上還出過狀元，當過地主，說話當然有水平了啊！啊，你們兩個，我忙得很，家裡2頭老母豬生了24頭小豬，這幾天呢正在斷奶，我哪有閒工夫在那裡陪你兩個扯閒篇兒啊，打嘴仗啊？他先動手的。媽哥，你們看我腦袋上這傷，就是宋春莲這個狗東西用凳子砸的。哎，他跟我婆婆2個人背着我，要把凤仙嫁給隔壁镇张家的大傻子，换1200塊彩禮錢。我不同意，宋春莲搬起凳子就砸我，我当场就暈死過去了，第2天才醒過來。我剛睜眼，他又要抽我巴掌，是鳳仙拼命攔在我跟前，替我擋下了毒打。我實在沒法子了，這才拿剪子扎了他。你個畜生，居然還敢跑到我黃家來告狀！那我後來我不是改了嗎？我都開始好好的跟他講道理了。可黃婉晴他還是死性不改，他動不動就毆打我呀。就拿今天這個事情來說吧，我和他還沒有離婚，我回自己房間拿個東西，他拿起扁擔就追打我，像話嗎？你放屁！我們早就分房睡了，我房間哪還有你東西？你要是心裡沒鬼，何必趁我不在家，讓我婆婆在門口望風，翻牆進來偷東西呢？哎呦，婆婆跟兒子望風來偷兒媳婦的香底，聞所未聞吶！啊，你們家呀，可真是有文化，家風正啊！哎呀，我是個大男人，也有臉的嘛！哎，他黃婉晴把這個家攪的是支離破碎呀，他逼着幾個孩子們分家，他自己把持着我們老宋家留下來的家底，一分一毫他都捨不得拿出來。哎呀，我若不是為了幾個兒女，想着把這個家底拿出來，讓他們也分一點兒，我才不會出此下策把你起來了。果然啊，狗改不了吃屎。所以你的意思是，宋家的老底兒都攥在我手裡啊？難道不是嗎？這麼多的銀元金條、現金糧票，還有一堆價值不菲的翡翠鐲子，不都是被你藏起來了嗎？婉晴，你男人說的可是當真？哎呀媽，你是不是糊塗了？那我妹手裡真有錢的話，那上個月還为娘家借錢做什麼呀？對啊，媽，宋春林他就是放屁。宋家的家底兒要是真攥在我手裡，那我上個月何苦還要厚着臉皮回娘家去借那500塊錢呢？小妹借的錢不是還沒籌齊嗎？什麼我？哎，你等等，你有心把話說完。常文，你進來。我去呀，大去。正好，今天當着你外婆和2個舅舅的面，你誰也不用偏幫，直接把事實真相說出來就行。爸，事到如今你怎麼還不醒悟呢？我爺爺去世後，我根本就沒有把。哎呀，別說了，我心口疼，喘不過氣兒。宋長文，你要敢再往下說，就是要逼死我，逼死你親奶奶！長文，怎麼回事？你倒跟舅舅說說。你倒是說呀，宋長文，老娘辛苦生你養你一場，還不如當初養條狗。就算養條狗，它還知道護主，你簡直白活了21年，連條狗都不如。起開！舅舅，我來說，我爺爺之前留下那點家底，1毛錢都沒給我媽，全都被我奶和我爸2個人悄悄藏起來了，就連之前分家的時候，都一絲一毫都沒有拿出來。我奶跟我爸還當着村長和族里長明面撒謊，說家裡出了幾間破房，啥也沒得分。好你個吃你扒拉的死丫頭，我讓你胡說八道，看老子不打死你！春林，
敢当着我們黃家的人打我外甥女，你太放肆！文昭，繼續說，舅舅在這兒，看誰敢動你！外婆、舅舅，你們是不知道，今天我爸偷了我媽的钱和金镯子，轉身就往外跑，我媽拼命去追，我奶還死命攔着，我媽這氣不過，才領着我跟我姐，當着族裡長輩和村裡人的面，砸了我奶房間的鎖，也翻了我奶的房間。好黄婉晴，你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翻我媽的房间！岂止啊！我不僅翻了，而且還翻出了你說的金条、银元、现金、粮票，除了那对翡翠镯子，老宋家的家底啊，全讓我翻出来了。你不是一直对外說我攥着宋家的家底不放吗？如你所愿，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分家，一股脑全给他翻了。春林，你怎么了？春林，你们愣着干什么？找村医去！这是典型的气急攻心，我会治。长花，赶紧去打桶凉水进来。好，你们要对我儿子做什么？老太太，你放心，我的心情跟你一样，也要救我妹夫。来，把他弄出去。春林，来，春林，走。春林，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谢謝，水來了，水來了！哎，謝謝！二舅，你幹嘛呢？哎呀，住手！你看我爹都暈死過去了，你還打，你要他命啊你！醒醒！常文，快救你爸呀！你愣着幹什麼？常文。哎，你看這個手滑了。哎，我說常文，你這個孩子，我在救你爸，你拉我幹什麼？怎麼回事？爸，真像那麼回事兒，是演得太像了，還是真暈了？二舅，你別太過分了！好你個白眼狼！你爸拿凳子砸你媽，說你媽侵占家產的時候，你像個縮頭烏龜一樣啊！我現在正經的救你爸，你倒是心疼的很了。你瞧不上黃家的人，好，從今往後你別登黃家的門，我就當沒你這個白眼狼的完事。二舅，他提親的二舅哪能不來往呢？這宋長文就是個傻的。二舅，你別生氣了，等端午節到了，我們家三口啊親自上門給你賠罪啊。宋長文，你還愣着幹什麼呢？趕緊把爸扶進去換身乾淨衣服啊！一會兒催了，別讓我看笑話。來吧，快進去。二舅，你娶的那個兒媳婦啊，可不是個簡單的人吶。你的事兒啊，你別管，自然有你的兩個哥哥給你出頭，他們會給你處理好的。你跟媽回房間去，我有事兒想跟你聊聊。走。媽，坐。婉清，你告訴媽，你兩口子為什麼要分房睡呀？孩子們還沒成家呢，你兩口子卻要分家了。感情淡了，過不下去了。他在外面搞破鞋，還不止一個，我看着他就惡心。哎呀，果然是這樣。可是你們夫妻倆這麼多年了，孩子都這麼大了呀，真的就過不下去了呀。生活嘛，大家都是這樣過，既然看不慣，你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過了嘛，忍一忍熬一熬，這輩子就過去了。唉，女人吶，真要走到那一步挺難的，媽不忍心看到你受苦。我不熬了，我咽不下這口氣，我就是要離婚。可是你要離婚，你要沒那幾個孩子，媽也就不說什麼了。可是現在你那三個大小子都還沒有成家呀，還沒娶媳婦兒呢。你要離了婚，誰來管這三個兔崽子他們的個人大事呢？啊，你離了婚，你倒好過了，
孩子們的終身大事誰管呢？他們將來會怪你的。爸爸媽媽總會走在你前頭，以後你老了，你還得指望着你的兒子媳婦兒來孝敬你，給你養老啊。哭哭哭，有什麼好哭的呀？离了那個男人就活不了了嗎？媽，您不知道，前些天我被宋春林砸晕之後，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噩夢，特別真實。什麼噩夢？在那個噩夢裡，我提前過完了我的一輩子。宋春林死得早，您跟哥哥們勸我改嫁，我偏不聽，要守着我婆婆和4個兒子當寡婦，孤身挑起這個家。我好不容易熬完了一輩子，送走了我婆婆，幫襯着4個兒子成家立業。可到了晚年，就因為我摔了一跤，摔斷了腰，躺在床上，對兒子們沒了用處，他們就把我活活餓死在了房間裡。乖女，別怕，別怕啊！夢都是反的，是假的。我不想再像夢裡那樣熬一輩子了。媽，您要是真為我好，就支持我離婚吧。可是你要離婚，你考慮個鳳嬌和鳳仙他2個怎麼辦呢？我要是真為鳳仙和鳳嬌考慮，就更得跟宋春林離婚了。要是不離婚，繼續糊弄着過，宋春林和他那個不省事的媽肯定會對我2個閨女的終身大事指手畫腳。只要彩禮給的夠多，別說對方是傻子，就算是個牌位，那娘倆也能眼睛都不眨的讓我女兒去嫁。我不能幫他們避開所有火坑，但至少能提前幫他們清除身邊挖火坑的人。行，乖女，你想離婚就離吧，我不攔你了。媽就一句話，這娘家呀，只要爸爸媽媽還活着有一口氣，自然有你一張床一口飯。你那幾個小拖油瓶啊，什麼時候帶回家都不會餓着你娘兒幾個的。我知道了。媽，你跟小妹聊什麼呢？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小妹，沒什麼事吧？沒事了，還傻愣着幹嘛？回家呀，又沒有人留咱吃飯。回家。回家？好啊，你們黄家村的人厲害呀，帶着人來打了3元村的人就想跑，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今天誰都別想走。你长輩說話有你晚輩回話的嗎？你想要怎樣？哎呀，没天理啊！哎呦，兒媳婦帶着娘家人來欺負我們孤兒寡婦呀！哎呦，鄉親們，你們都快來評評理呀！他們欺負人吶！媽，你去幹嘛？我幫你。去，把看熱鬧的都請出去，關門。好嘞。哎，回去，別看了，有什麼好看的？回去，快，沒看過是吧？回去。黃婉晴，這大白天的你關什麼門吶？你是不是心虛，不敢讓鄰居他們來評理呀？老話說得好，家醜不可外揚。你們老宋家一向是不要臉的，可我們黃家還要臉呢。你個刁婦，有你這麼跟婆婆說話的嗎？你們黃家難道就是這樣教女兒的？沒家教？你說誰沒家教？你敢再說一遍，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哎，媽，小氣啊！咱不都說好了嗎？何必再跟他們置那氣呢？您今年都69了，萬一再闪着腰可怎麼辦？您還沒看出來啊？这就是故意的，就是想訛上咱們家。哎呀，老頭子啊，你好狠的心啊！你走了，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個世界上遭罪受欺負呀！你要是在天有靈呢，就馬上把我也帶走吧，省得我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遭罪。
你要干嘛？你不是想死吗？想死就赶紧掉，反正我嫁到你们宋家也几十年了，离婚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的。你要是走得早，我再帮你送个终，也算有始有终。怎么还不动手？是麻绳不喜欢？等一下啊。要不用这个？哎呀，我头好晕，好晕啊！又晕又晕，怎么就晕不够呢？还愣着干嘛？你不是最孝顺了吗？还不赶紧把你奶扶回房间，别瘫在这碍眼，看着都晦气。快起来，快起来！来，起来，走，妈，走。婉晴啊，以后遇上事儿，记住，随便派个人回黄家村报个信，娘家人永遠是你的靠山。知道了，媽。瞧，宋长文那小子，真是娶了媳婦忘了娘。管他呢，反正以後我也不指望他了。好，娘走了。啊，那您慢點啊。走了。慢點啊，哥。走了，收拾。嗯。媽，你之前說答應我買豬飼料養豬的事兒，現在還算是嗎？你想幹啥？媽，這外婆家的2窩小豬仔不是要出窩了嗎？我想買回來養。隨你啊。隨我？就說隨便。耶！謝謝媽！外婆、舅舅，你們等我，我送你們回去啊！婉晴，你湊過來想幹嘛？是不是想找死？哎呀，婉晴，你別急，先把枕頭放下，我沒有別的意思啊。有事說事，沒事就滾。送給你，你年輕的時候最喜歡我送你的花了。宋春林，你腦子被門夾了吧？昨天還嚷嚷着讓我淨身出戶，今天居然送我這種鬼東西！你是在花裡藏了刀，還是在上面撒了耗子藥？哎呀！我告訴你啊，少幹這種沒屁眼的事兒，省得我大半夜想起來還得爬起來吐。滾！啊！真的是，看什麼看？是不是閒得骨頭癢，想挨揍？婉晴，吃肉，我知道你最愛吃紅燒肉，我知道你最愛吃紅燒肉。奶奶，紅燒肉好吃嗎？奶奶，你是不是不喜歡吃肥肉？我可以幫你吃的。一坨紅燒肉換50條蚯蚓，我給你記着數啊。好嘞，好嘞。婉晴，我給你夾的，你轉手就給了孩子，這麼大一塊肉，我媽都捨不得吃啊。爸，耀子可是咱們家長孫，難道如今他吃塊過夜的紅燒肉都不配嗎？孩子才4歲，屁事不懂，是奶奶心疼孩子主動給的。嘿，你一個當爺爺的，當着孩子和我們夫妻倆面這麼說，你有意思嗎？人家4歲的小孩都可以下地幹活了，他還屁事不懂，我看就是人懶嘴饞。哎呀，也不知道是跟誰學的。都說3歲看老，我看他長大了也不是個什麼好東西。哎，我們不是都分家了嗎？你們想吃肉啊，就自己拿錢，自己拿票去買，自己做自己的，別成天想着從別人的嘴巴裡面摳吃的呀。
行了，媳妇儿，既然要走想吃肉，咱们花钱自己买。是自己买。一天天的作死。妈，我爸这2天是怎么了？之前天天跟你对着干，这2天变得跟个好人一样，也不欺负你了，还想着法子逗你开心。你爸，不是吃错药了，就是撞邪了。妈，我爸该不会是想改邪归正，跟你重归旧好吧？我呸！呸呸呸！认真做你的衣服，我跟你爸的事儿少掺和。哎呀，妈！哎呀，妈，你就告诉我呗，如果我爸真的变好了，你们还会和好吗？起来起来，23岁的大姑娘了，马上都要嫁人了，还在妈跟前撒娇呢。回不去了，我跟你爸这婚是肯定要离的。再说了，你真以为你爸改好了？难道不是吗？屁！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他现在这副德行啊，不过是缺个洗衣做饭伺候他们的人，想哄着我继续回去给他们娘俩当牛做马。我呸！他当我傻呀？哦，妈，如今我们兄弟几个也都长大了，你也辛苦了，从今以后你就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做你的衣服。哎呀，婉晴，我的好媳妇儿，你别闹心了，你就让我搬回房间里面住吧。我的好媳妇儿，你别闹心了，你就让我搬回房间里面住吧。哎呀，媳妇儿，哎呀，救命啊，妈！妈！哎，妈，你没事吧，妈？妈，没事儿，睡你们的。你爸大半夜睡不着，来找我，让我给他松松骨头。妈，救命啊！妈！啊！你个疯婆子，快放了我儿子！40岁都当爷爺的人了，還臭不要臉在外面沾花惹草，居然還敢舔着臉回來，趁天黑摸進我房間想進我的身。我警告你，再有下次，看我不一剪刀咔嚓！我看你怎麼的！黄婉晴，你個潑婦，夫妻之間床頭打架床尾和，現在家也分了，你娘家人也來鬧過了，事事都如了你的願，你還要怎樣？難道還要當着你兒女的面謀殺親夫嗎你？我們是合法夫妻，老子水裡天經地義。哎呀，孩子都生了6個了，你身上哪一塊皮我沒有看過，還裝什麼黃花大閨女，又不是沒睡過，你裝個屁呀裝！你無恥！爸，你還愣着幹嘛？還不快走啊！快起來！把你的臭心拿走！個刁婦，你還好意思說我沾花惹草？你怎麼不反省反省你自己呀？當初那個海市來的那個知心，在後山草叢裡面打滾，翻天覆地。哎呀，我宋春林頭上的綠帽子比這個房頂還要高。我讓你編排，我讓你胡說！殺人了！放開我！我要弄死他！媽，你別鬧了！你要是和我爸實在過不下去，就離婚，大家都安生。你說這爸媽還真要離婚啊？真鬧心吶！都鬧成那樣了，能不離嗎？宋長文，你是不是傻呀？你想想，他們要是離了婚，這家裡所有事情不都落在你那個長子頭上了嗎？雖說是分了家，弟妹的婚事還有爸爸和奶奶，最後還不是讓我們來幫襯？那你的意思是？不行，不能讓媽撂挑子不幹，這婚不能離。哎，媽。我想了很久啊，來這些話不應該是我這個當兒媳婦多嘴的。既然知道多嘴，那就閉嘴。
媽，我思来想去，咱们都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尤其是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和咱们爸离婚了，万一冲撞了大姐的姻缘呢？你想说什麼？我聽聽。媽，最近外公外婆是不是在幫大姐相中了一個好人在啊？你怎麼知道的？媽，我發誓啊，我絕對沒有偷聽，是我自己猜到的。你看啊，自從上次外婆來咱們家之後，外公就突然送了料子來，並指明讓大姐做衣服。你當時不是還讓大姐穿衣服去外公家嗎？這明眼人都知道，但凡對家人上點心的都能猜到。然後呢？這件事跟你要說的事有什麼關係？媽，我還是得勸一句啊，你看你和爸都是老夫老妻了，還離啥婚啊？你一向都是講道理有包容心的，爸也知道錯了。這都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你呀就別生氣了唄。餘下的晚年，咱們一家人湊合着繼續過唄。還有沒有點新鮮的？到底你是我媽還是我是你媽？媽，話也不能這麼說，畢竟什麼？若換作是你，發現宋長文在外面胡來，倆人被全村人撞見的時候，褲子都沒穿。那女的被抓住的時候，手腕上還戴着用耀祖的長命鎖打成的銀鐲子，你怎麼辦？宋長文他敢！我人吶，很難設身處地去替別人着想，除非那些破事落在自己頭上。講道理，包容，這些高帽子誰愛戴誰戴，反正我不要。講道理拿着大巴掌好使，還包容，我看給他3分顏色，他就敢開染坊，一家子孽障都是慣出。行，媽，那咱們就退一萬步來講啊，你明天就和爸去扯離婚證。可你看看這10里8鄉的，誰家姑娘是一邊一起，這父母一邊離婚的？這事嘛都有輕重緩急，這大結婚上可是關乎他一輩子的幸福的。在事成還沒之前啊，咱們千萬不能出任何岔話。這如果我是你啊，這樣我就先順着爸的意思，我先哄着他，把昨晚的事情糊弄過去。等大姐要是出嫁了，還不是你想怎麼就怎麼，到時候全都隨你了呀。嫁了宋鳳仙，還有宋鳳嬌，還有3個打光棍的兒子。等婆婆忙完他們的婚嫁，孫子輩又要陸續出生了。她只要忙起來，哪會想起什麼離婚的事情？人的這一輩子轉瞬即逝，等婆婆反應過來時，怕是一輩子也過完了。行，那就先按你說的辦。媽，我幫你治啊。活了2輩子，我還看不出你那點心思。白眼狼就是白眼狼。幫你們爭了財產，分了家，我也算仁至義盡了。這母子緣分是到頭了，今後別人的事兒與我無關了。宋春林，你是屬王八的嗎？既然回來了，就趕緊滾進來，我有事跟你商量。宋春林，涂師傅前腳剛出門去幹活，你後腳就敢溜進涂家過夜，你是覺得自己的命夠硬，還是嫌自己命太長啊？你又幹嘛？媳婦兒，我錯了，你相信我，昨天晚上我哪兒也沒去，就在村裡面隨便找了一個破屋對付了一宿，誰讓你昨天晚上這麼兇，嚇得我根本就不敢回來。是嗎？難不成你脖子上那紅印子是女鬼做的？我呸！編鬼話之前最好先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你現在是個什麼德行。嘿嘿嘿，媳婦兒，你吃醋了。你相信我，昨天晚上我就住在破屋裡面，哪兒也沒去，沒準兒就是破屋裡面的女鬼給我做了一口。你要不信，晚上我讓你檢查檢查啊！你跟老子滾啊！還有，我本想跟你好好商量，你非要不識好歹舔着臉湊上來找茬，老子用腳踹你都嫌惡心的鞋。宋春蓮，我警告你，接下來這1個月，你就算是條瘋狗，也給我老老實實拴着。再敢作妖，我見你一次揍你一次，真惡心！
哥，爸妈又打起来了，咱们还管不管？管个屁！管好你们自己吧。妈也真是的，就不能为了咱们兄弟姐妹6个忍一忍吗？亏得我白天在家时还偷偷劝了他，合着白劝了呗。大嫂说的对，咱妈生怕咱们过得好的似的，天天折腾，还有完没完了？三哥，你说啥呢？明明是爸有错在先，你咋回回都怨妈呢？要不是爸每天都闲着，在外面瞎搞八搞，妈能见着他就全都应吗？你懂个鸡毛，你毛都没长齐。行了，别吵了，春天肝火旺，都少说2句。宋凤仙，我们男人说话，你女人插什么嘴？滚一边去！哟，宋长富，你长本事了，居然敢跟大姐这么说话。行，你既然这么跟大姐说话，那你啊，干脆也別跟我們一起大伙過日子了。你呢，就去給大房當兒子，跟着大房一起過去。宋鳳嬌，你別沒大沒小的，我是你哥，信不信老子扇死你！哎，你來，你扇，你有本事你就扇，你先扇完我明天就跑回黃家村告狀去，有本事你就扇。哎，別以為我不知道啊，你求着小舅給你托關係幫你學開車，我就沒見過你這種白眼狼見骨頭。媽對你好，你是半點都不記得呀！有本事就扇我，我明天就讓你學不成。鳳嬌，鳳嬌，行，看在小舅的面子上，我饒你一馬，別等着，我遲早收拾你。來，你扇，咋來？你瞅這啊！來，鳳嬌，行了，廢，呸！你要覺得合適，就把人領回來，讓媽跟小妹瞧瞧。要是覺得不合適啊，也沒關係。這3條腿的蛤蟆不好找，2條腿的男人還不滿世界都是啊！不着急啊，大不了以後媽養你。媽，我知道了，你快回去吧。行，你快去吧。媽，宋長武，你要死啊！在自己家走路都不出聲，你要做賊啊？說吧，什麼事兒？媽，你以後打我呀，你得拿個趁手的家伙。我這皮糙肉厚的，把你手給打麻了。我看你是真皮癢是吧？專門來找打的。我看這鞋底子跟你那厚臉皮就挺般配。媽，走。媽，我以後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錯了。我這次啊，趁着大家伙都不在，從後門繞過來，是有一件特別正經的事情要跟你說。我看上一姑娘，我想娶她。那你去娶唄。媽，我現在都在跟三弟擠一間屋子呢，我沒婚房啊。那你想怎麼辦？我呀，想買一塊小一點的宅基地，蓋座新房子。挺好。那你想好買哪兒了嗎？這原本啊，應該買三元村附近的，這以後啊，方便照顧你跟爸呀。哎，打住！我謝謝你啊，你可千萬別考慮照顧我的事兒，我自己有手有腳，我能照顧好自己。至於你爸，哼。你有話就快說，一會兒沒準家裡還要來客人呢。我打算啊，在鎮子上買座舊房子，然後拆了重建。這雖然過程麻煩了一點，但地段肯定好啊，咱們以後生活更好啊。媽，等我新房子建好了以後啊，我就把你、大姐、小妹全都接到我那邊去住，到時候讓爸跟奶奶就跟着大哥在村裡住。這以後你們倆分開了，也就沒工夫吵架了。所以你看上那姑娘，她家住鎮上，你想拆了重建的房子，這些天也已經提前看好了，對吧？那個是。行了，別繞彎子了，說吧，想讓我幹嘛？哎，乾淨的。這襪子是乾淨的，不是你聞聞。哎呀！媽，這裡面啊是我全部的家當了，我想讓你帶着媒人
去镇上林老师家提亲。我想娶林老师家的独生女林小满，她是我初中同学啊。林小满，上辈子恢复高考后，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毕业以後成了一個有名的記者。你小子可真敢想啊！癞蛤蟆想吃天鵝肉，你做夢呢吧？照理說你自己的媳婦兒你自己去挑，但這個肯定不行。哪能讓你去禍害人家那麼好的姑娘？媽，憑什麼不行？你倒是給我個理由啊！那我跟小滿都商量好了，你帶着媒人上門提親，只要答應結婚以後在鎮子上住，她就嫁給我。啥？你再說一遍。說就說，那我跟小滿都商量好了，等我攢夠彩禮錢上門去提親，她就嫁給我。這裡面是當時分家你給我們幾個分的錢，這剩下的是我自己攢的啊。這裡面的銀元跟錢呢，就用來買房蓋房，用來添置家具，肯定夠了。這裡面那塊小金條啊，我想給小滿打件首飾，這畢竟結婚是一輩子的事兒，這一輩子只有一次。難道那姑娘眼神不好？那行吧，那你自己挑個好日子，提前知會一下林家，我幫你跑一趟。我有老婆了，媽，謝謝。哎呀，去，我看着你就腦袋疼，讓我清靜一會兒。我有老婆了。媽，你快收拾收拾！我大姐跟四哥两個人帶着小豬崽從那個外婆家回來了，他倆還帶了位客人，看着可高大威猛了。喲啊，還真給領回來了。鳳嬌，媽去地裡把哥哥們喊回來，就說家裡來客人了，是黃家村的人。媽先去廚房燒水，一會兒好泡茶。哎，得嘞。哎呀，呀，今天家裡來客人啦！年輕人，力氣不錯嘛。媽，本來是我跟小弟兩個人挑回來的，我不讓他送，他偏送。合着鳳仙沒看上，是死皮賴臉跟回來的。嬸子，我叫錢二柱，是鳳仙的相親對象。我看他新衣服穿的挺好看的，幹活別再弄髒了。再說了，這麼重的活，他哪幹得動啊？嗨，那該幹的活也得幹，難不成若日日穿新衣，還就天天不幹活了？他要是挑不動，就讓他弟多跑兩趟，哪能麻煩外人呢？再說你自己穿的這身不也是新衣服嗎？哎，男人就得多幹活。再說了，嬸子，我這叫什麼新衣裳？幹活多了，他也就舊了，一個樣。你叫二柱是吧？為人還真是仗義啊！今天這趟辛苦你了，回頭等家裡殺了豬，我一定要常過去請你這個新交的朋友來家裡吃殺豬飯。今天時候也不早了，要不你先進屋喝杯茶，休息幾分鐘，再回黃家村。哎，那謝謝嬸子。那這樣，我跟小弟先把豬擔到豬圈去，我們再回來洗手喝茶。走。這孩子怎麼聽不懂好來話呢？哎，你等一下，你鬆手吧，我自己幹。你爹媽還等着你回去幹自己家的活呢。沒事。你鬆手啊！你鬆不鬆手啊？鳳仙吶，這來者是客，你這是幹啥呢？二柱哥，你手沒事吧？我看看。要不我去後山採點草藥，二柱哥你扶一扶。沒事，一點都不疼。哎，小弟，哎，你不是問我說上哪兒去買豬飼料嗎？我剛好有朋友認識。你這樣，咱倆先幹完活，一邊幹活一邊聊。
哎，行啊，哎，走，咱俩先把这小猪仔整到那猪圈里，咱俩边干边聊，边干边聊。走干。那什么，我先干活。来，咱们吧。哎妈，我瞅这大姐相亲对象不仅脾气挺好，好像还挺有本事呢。要嫁你嫁啊？那可不行，人家这明显是相中你，要死缠烂打的追你，给你娶回家呢。啊！妈，我不喜欢他，你看他刚才说话那樣子，嚇死人了。這還是正常時候的樣子，這要是以後結了婚，要是吵起架來，或者再動起手來，我可打不過他呀。你倆這是相親的，又不是結仇，怎麼能……哎，你考慮的也有道理啊。哎呀，不過人家來都來了，又主動幫忙幹活，總不能連口水都不給喝就讓人回去吧？你把心放在肚子裡，只要你自己不點頭，沒人會逼你。等錢二柱喝了茶回了家，這件事就算翻篇了。哎呀，挑完豬又幹活，依我看吶，這秦二柱是賴在咱家不走了。哎呀，挺好一孩子，可惜啊，倆人沒緣分。哎，媽，你別瞎操心。依我看，這事兒還沒成真。啥意思啊？你是覺得這個秦二柱跟你姐還挺般配？挺般配的。媽，你想一想，我姐這平時就跟個軟柿子似的，這將來要嫁的男人比她還軟，那將來不得被婆家欺負死？但我看呢，這二柱哥可就不一樣了，一看就是個為人正派、大大方方的男人。倒也是這麼個理兒啊。媽，更重要的是，我看吶，別人家相親都是家長衝在前面談條件，男的在後面畏畏縮縮的。但是這二柱哥可就不一樣了，這些事兒啊，樁樁件件都是他自己給自己拿主意。我姐將來要是嫁過去，那自家男人就是頂梁柱，能立起來。這我姐呀，只要能拿下自家男人就行，將來過的日子別提得有多省心了。可你姐她死活不願意啊，那能咋辦？哎呀媽，這呀就是人家兩個小兩口的事兒了，別管那麼多，給他點時間相處相處。哎呀，管他能不能成呢，先招待了再說，萬一以後真能成呢？我還以為你們黃家人真能給介紹一個好駙馬呢，現在看來就是一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別人家姑娘撿剩下的老大難，也不是什麼好貨色呀啊！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老太也好意思嘲笑人家能識文斷字的年輕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他是腦子讓裹腳布給熏壞了吧？黃婉晴，你就是個不孝順，天天虐待我的惡毒兒媳婦。像你這樣惡劣的人品，怎麼能教出好女兒來？我要是個男的，寧願打一輩子光棍，也絕對不會娶你黃婉晴的女兒。哎，你真是。哎呦，我的老腰啊！哎呦，我的腰啊！我的腰啊！哎，你扶我一下呀！又裝上了，別裝了奶。哎呦！秦二柱，你在屋頂上小心點啊！你是擔心我，怕我摔下來啊？誰擔心你了？我是怕你房子還沒修好，反而弄壞了我奶奶的房，省得回頭下雨，我奶奶又找我媽麻煩。你奶奶住哪間房啊？我注意點就是了。就你那塊兒，你別弄壞了。哎，
饭做好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哎，二柱哥，下来吃饭了。好嘞。哎呦，二柱哥，你小心点呀，那可是奶奶房间的屋顶，你可别弄坏了。我不是。臭小子，你赶紧给我死下来！我的房间屋顶好得很，一点都不漏，用不着你帮大忙。我真不知道，再说我不是故意的呀，也没怎么弄坏，要不您自己上去看看。废话，房子那么高，我又不是猴子，我怎么上得去啊？黄婉晴，你们黄家到底从哪里找来的臭小子？专门来克我的，是不是？您说是，那就是呗。我越瞅这孩子呀，越觉得不错，不管能不能成啊，以后都准备常来往呢。妈，您身子骨一向堪忧，说晕就晕，说倒就倒，可得顶住啊。宋春林，你要还孝顺，就给我去扇他2巴掌。哎，妈，你信你去呀，别把我掺和进去。你多吃点。嘿，小琴呐，哎呀，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叔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娃都生了4个。不该问的就别问，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夹菜吃，别客气啊，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别听你叔吹牛，结婚早生孩子生得多有什么值得吹牛的？不管结婚早晚，生多生少，只有把孩子们养得好，孩子们将来过得好，那才是真本事。婶子说的对，婶子对你印象不错，一看你就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这么多年你们在边疆保家卫国辛苦了，正因为有你们的牺牲和守護，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才能過上踏實日子。先有國才有家呢，這是大義。晚幾年結婚有啥的，一輩子長着呢。謝謝嬸子理解。小琴啊，你們家也是好幾個兄弟吧？那你以後娶了媳婦兒，是跟爹媽一起過呢，還是分家出去單過呀？我們家鳳仙呢，從小啊就被他媽慣壞了，人不勤快，不愛做家務，還跟他媽一樣不喜歡老人。將來你們倆若是真成了，那他第一件事啊，就是勸你趕緊分家搬出去單過，離家裡老人啊遠遠的喲。鳳仙，你別哭啊，我也是成年人了，我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就相信我自己看到的，你在我心裡就是很好。來，宋奶奶，您是跟鳳仙是有仇嗎？還是您擔心她嫁出去了以後，家裡就沒人幹活了？我活了26年，我去了這麼多地方，還是第一次見到自己親奶奶當着自己孫子對象的面，這麼詆毀自己家親孫，真是長了見識了。我是長輩，你怎麼說話呢？您為老不尊，不慈不愛，還好意思說自己是長輩？跟您這種人，我就這麼說話。鳳仙一大早就去黃家村幫着四弟帶小豬，一進家門，他不是摘菜打掃衛生，就是去廚房做飯。他都做了這麼多了，還說他不勤快呢。你算個什麼東西？八字還沒一撇呢，竟敢幫這個死丫頭頂撞我！我詛咒你們兩個，將來斷子絕孫。斷子絕孫就斷子絕孫，反正我喜歡的是閨女。媽，我吃飽了，我先走了啊。鳳仙，你先別走，你先聽我把話說完嘛。其實剛才奶奶問的，我也想當着你爸媽還有兄弟姐妹們的面，好好說一說。
你耐下性子，坐下来听听嘛。要是我努力了以后，你还是没选择我，那我也好死心了。有什么话你说便是。婶子，我家的情况想必你也已经清楚了。我家有4个兄弟，我排行老2，上面有1个哥哥和2个弟弟，他们都已经结婚分出去单过了。我父母还算年壮，也自己想过安生日子，所以也没跟着我们。我16岁就应征入伍，已经在部队待了整整10年。这10年来的津貼和補助，我都已經一半分給我父母孝敬他們了，另一半也都在我自己的手裡。黃家村的房和菜地我都給我父母了，我的那一份我自己一點也沒要。孩子，那你這沒房沒地的，以後結了婚住哪兒？吃什麼呀？就算你現在手裡有點積蓄，可你已經退伍回鄉了，總不能坐吃山空吧？哎，媽，二柱哥有錢呢，他村裡也沒房沒地的，你讓他在鎮子上買塊宅基地，開荒幾畝地種菜。你看二柱哥身強力壯，渾身是勁，帶着老婆孩子到哪兒那都餓不着啊。成武，真的。二柱哥，坐啊，坐。二柱哥，你要不和我一起，咱倆合夥養豬吧？有你在，我幹什麼我都踏實。你佔便宜沒夠是吧？靠山山會倒，靠水水會流。你是自己沒長骨頭嗎？看到比自己厲害的人就想往上靠，想辦法過好自己的日子，自己當自己的靠山，比靠誰都踏實。你們倆也一樣。媽，我覺得二弟說的對，這二柱哥人品好啊，比啥都重要。什麼車啊房啊，以後都能掙的。而且啊，大姐一看都是有福氣的人，這將來2個人在一起啊，肯定會越過越好的。那是自然。不過呢，結婚是他們2個人的事兒。我雖然很看重人品，但更在意的是鳳仙自己的想法。鳳仙啊，有些事兒不能光想着逃避，你要學會面對自己的內心。今天當着全家人的面兒，媽想問問你，你倆的事兒你是咋想的？那這樣，鳳仙，你要是願意就坐在這兒，咱們繼續聊聊天兒。要是不願意呢，也可以先回房間好好休息。媽，不是，你別亂叫。我下回注意啊。啊，嬸子，我還沒說完呢，那我繼續說。我之所以把黃家村的房和菜地都給我爸媽了，那是因為我轉業回來以後啊，已經給我分配了工作，還有房子，就在縣城裡。我也跟我爸媽和兄弟們商量好了，我結婚以後啊，彩禮我自己出，但是他們也會幫我湊齊36腿的家具。然後我們結婚以後啊，這個我的工資都在我們小兩口自己手裡，我們自己攢着。如果不是父母生了什麼大病的話，這個錢啊，我們也不會往回拿了。二柱，所以你的意思是，以後你倆結了婚，就不住村裡，也不住鎮上，而是直接搬到縣城裡去住啊？是啊，嬸子，我就是想着帶着鳳仙，我們一起去縣城裡住。他要是想工作，我們單位也有福利，也可以給他安排工作。他要是想閒着，那在家待着也行。他要是不想閒着，那又在前屋種種花，後屋種種地，反正只要他開心啊，怎麼都行。我就說這二柱哥怎麼一來就看上咱們大姐了，原來是看見我們大姐勤快能幹。哎，二柱哥，你這還真沒看走眼。我們大姐不說別的，這洗衣服、做飯、種地，那都是一把好手，你還真是賺了。弟妹，你誤會了，我在邊疆自己待了10年，我當然也學會自己照顧自己了。我看中鳳仙啊，就是因為她溫柔大方，說話好聽，就是把她娶回家當姑奶奶供着，那俺也願意。這話說的，那要說到做到，那才好聽。你大姐相看人家，你倒是話多得很。怎麼，看到更好的男人，開始嫌棄自己男人沒本事了？媽，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为大姐操心，所以多说了2句。你怎么这么想我呢？这常文再没本事，那也是你大儿子。吃饱了，该回去了。哎，常文，三哥，常文，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就是瞧我没本事呗！你要是真打心眼里瞧不起我，你就赶紧滚蛋！我们宋家留不起你这尊大佛，你赶紧改嫁叛逆的高枝去吧！你宋常文，你说什么呀？你先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我道个屁！要不是今天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你原来之前跟我说的话，你全部都是在哄我，你打心底都瞧不起我。别管他们，咱们继续聊咱们的。哎呀，你说说你啊，这大好的日子，你挑拨他们2口子干什么？他不过就是多说了2句，也没说什么大不了的呀。我看就是你自己良心不正，看什么都是歪的。你说说你呀，我还在跟他们说话，你就抢着要收碗洗碗了，显得你很贤惠啊！哼！我让你嘴贱！我看你是昏了头了。贺双挑拨你大闺女的时候，你愣是装看不见听不懂。我不过说了他们2句，你倒是会给我扣帽子。我看你就是欠收拾！哎，你看看你，好端端的，你说动就动手，打人不打脸，这个道理你不懂啊！就是以前太给你脸了，你才会永远不长记性。打，有本事打呀！你敢别躲，打呀！你个泼妇，我看你就是个泼妇！妈，你别生气了，喝口水润嗓子。二主哥，坐。啊，你别介意，我妈呀就这样，习慣就好。但是啊，我大姐呀一向很溫柔，和人說話都從來不高聲的，更別提動手了。啊，這個事情啊都是有緣由的嘛。這個世界上也沒有絕對的恨。恕我直言啊，嬸子剛才的行為確實有點太直接了啊，但是我覺得嬸子做的沒毛病。畢竟這事情的緣由啊，一直以來都是由叔叔的行為而引起的啊。我媽在我出來之前就跟我說了，說嬸子出嫁之前我媽就見過嬸子幾面，說嬸子是個溫溫柔柔很善良的人，所以由此可見，女人結婚以後的變化是看她到底嫁了什麼樣的男人啊，生了什麼樣的孩子。啊，我保證，我娶了鳳仙以後啊，我一定好好對她啊，嬸子。那什麼，你們先聊，我去收拾廚房去。二哥，我幫你。還吃不？放心。媽沒事。是不可以。啊，哦，對了，二主哥，聽說你在縣城裡的單位上班，一個月多少錢？你看看我怎麼樣？你把我大姐都安排進去了，再帶一個小袖子，問題應該不大吧？啊，不是，三弟，你也想嫁給我呀？二哥，開什麼玩笑呢？我們都是男孩子，我怎麼可能會想要嫁給你呢？是你先給我開玩笑的呀！我們單位福利明確的寫明了，說只給部分員工的家眷安排工作。你說你又不是我家眷，我怎麼給你安排工作啊？哦，這樣的呀。我剛才聽你說在城裡單位上班，又是分配什麼房子啊什麼的，我還以為你權力挺大的，地位挺高的，原來只是個普通員工，也不過如此嘛。哦，對了，大姐，你呀要擦亮眼睛，好好看一個人，好好想想，女孩子嫁人
可是一輩子的大事兒。是，我就是在縣城工作，也就是一個普通的員工，也就是幫領導開車而已嘛。本來鳳仙的小舅舅還特地找到我說，鳳仙有個弟弟啊，想學開大車，然後我給找人幫忙。那現在看來，三弟也一點都看不上我嘛。那既然這樣的話，好，那這個事啊，就此作罷了吧。上輩子也是五哥托關係幫宋朝父找人學的車，難道就是他？哼，就你還幫我找關係，叫我學開車。哥，你都26了，還沒老婆啊？如果你真的像你說的那樣，應該都娶到公主了吧？怎麼還會輪到我姐？净他媽騙人呢！啊！瞎耽誤我下地幹活。你別搭理他，我三弟他這人就這臭德行，我相信你，也相信我小舅。二柱啊，既然他不領情，就別搭理他。這個宋長富既不懂尊重人，也不懂感恩，自私自利的。這種人讓他去縣城學車幹嘛？還不如老老實實在鄉下種地。將來你跟鳳仙要是真能成，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反正現在宋家已經分了家，喜歡就多回來幾趟。要是脾氣秉性不投，就少走动或者不走动便是。二柱啊，你回去再跟父母商量一下，要是覺得行，就直接挑日子找媒人上門提親。只要人对了，其他的一切都好說。我明白了，婶子。那我就先走了。哎。姐，咋了？怎么办？我睡不着。睡不着就不睡。我陪你说说话。说吧，姐，你咋了？人家二柱哥不是挺好的吗？对你也好。我倒是不担心他，我担心的是咱妈。咱妈咋了？前段时间咱妈不是非要跟爸离婚吗？这最近一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她也一直不提这个事儿了。我担心她，如果我出嫁了，家里也没人帮衬她，怎么办呀？瞎操心。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而且我看现在二哥跟四哥也回过味儿来，知道搭把手了。哎呀，姐，你就放心吧，妈现在不離婚，肯定是想凑成你跟二柱哥這段好姻緣，不想添亂。等你們前腳結完婚，媽肯定後腳就離了。可這就是我擔心的問題啊！我結了婚，你還沒結婚，中間還有長武、長富、長貴。等你們都成親了，宋家還有孫子孫女出世，媽如果一直因為這個理由忍讓下去的話，那她所剩不多的好時光就全都耗盡了呀！哎呦，不行，媽得趕緊離婚！對，趕緊離婚！我也這麼想。下班。媽，在我出嫁之前，我想求你答應我件事兒。你說，不管什麼事兒，只要媽能做到，都答應你。媽，你和爸爸離婚吧，我想改了名字再出嫁。在我出嫁之前，看到你和爸爸順利離了婚，我心裡才踏實，我才能放心的出嫁。傻孩子，我跟你爸離婚是遲早的事兒，不急在這一時半刻的。媽想等你出嫁之後再……媽，你先聽我說。你要是一天不跟我爸離婚，我就一天不出嫁。宋鳳仙，你出息了呀！居然敢拿自己的終身大事來要挾你媽！你知不知道，我要是現在跟你爸離了婚，萬一外面傳出什麼亂七八糟的話，親家人真聽進去了，會造成什麼後果？你承擔得起嗎？我不怕，媽，
秦家人要想欺負我，就算不因为这件事情，等我嫁过去之后，他们也会找别的理由为难我。秦二柱要是明事理认准了我这个人，那你跟我爸什么时候离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情拖久了对谁都没好处，早离早好。我们都赞成。妈，你别怕，无论什么时候，我呢跟大姐永远坚定的站在你這邊。我跟鳳嬌永遠站在媽這邊。我也是。那什麼，這件事兒我聽大姐的。讓我再想想吧。哎呀媽，你就別想了，我爸他就不是一個老實的。你說要是我爸在兩家說親期間又跟那個什麼劉寡婦涂秀蓮搞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來，那到時候才叫難收場呢。更退一萬步來說，那秦家到時候送來的彩禮，萬一被我爸耍混全部扣下，再一分不拿不出來當嫁妝，那到時候怎麼辦啊？這些事咱爸還真能幹得出來。手一只雞，有手一只鴨，背上還背了一個胖婆。都在家。哎呀，我突然想起來，我鋤頭還忘在田裡面了，我得回去找找。等一下，不用找了，你早上壓根沒帶鋤頭出門。哎呀，那可能是我忘記了。哎呀，瞧瞧我這個老子啊，現在記性是越發的不好了，老了。既然今天大家心情都不錯，不如乾脆去趟鎮上，我們辦婚禮了吧，好聚好散。黃婉琪，你瞧瞧你在說什麼？哎，到底是我耳朵壞掉了，還是你腦子壞掉了？離婚？你以為是3歲的小孩搬過家家呀？想離婚？我看你是想改嫁。黃婉琪，你說你是不是已經找好下家了？老子告訴你，休想！我這輩子就算是當官夫，也不可能離婚，老子丟不起那個人。你是不是又想動手？我勸你別太過分了，你天天當着孩子們的面打我，你菩薩有幾分離性子，你別把老子遮起了眼。看，哎，你幹什麼你？哎呀，你幹什麼？宋春林，我勸你別嘴硬，這婚我是離定了。我今天心情好，你要是配合點兒，乖乖跟我去鎮上把離婚證給領了，我還可以考慮看在你上有老的份上，把家底分你一半。若是我不離，立死不從了。你確定啊？那除非你日日不回家，否則我一天打你3頓。今天先打斷你一條腿，明天再撅折你一隻胳膊，心情不好了就隨時拿剪刀扎你幾下。黃婉琪，你就是個瘋子。宋春林，我只給你今天這一次機會，過了今天，你就算再想跟我離婚，我可就沒這麼好說話了。別說家底兒不會分你，你要是不賠夠我這幾年的青春損失費和精神損失費，老娘是不會挪窩的。你敢？你霸佔我老宋家的家底，現在還好意思朝我要那個什麼費？你做夢！離就離，誰怕誰啊？說好的，家底分一半，你說話可要算數啊！我黃婉晴說的話，當然句句都算數。那還等什麼？你趕緊去拿戶口本和結婚證，辦完了事，我還着急回來幹活。宋春林，黃婉晴，婚姻不是兒戲，你們倆真的考慮好了嗎？考慮好了。宋春林，你考慮好了嗎？說話呀！這什麼情況啊？你們倆在家談好了再來嘛，不要耽誤大家的時間好嗎？
婉琪啊，我們不要離婚，我捨不得呀。王婉清啊，這老話說得好，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修的共枕眠。你們两個都過了大半輩子了，6個兒女都養大了，這麼多鬼门關闖過了，還有什麼難關過不了？再者說，就算宋春玲她犯了什麼錯，她現在也醒悟了，也知道後悔了呀。你啊，就当是为了孩子们，再给她一次机会吧。啊，是啊，6次鬼门關我都獨自闖過來了，以後還有什麼關是我自己熬不過去的？宋春林，你現在知道後悔了？你偷偷去爬涂秀蓮床的時候，怎麼沒想過後悔？你跟劉寡婦在破廟鬼混的時候，怎麼沒想過後悔？你偷偷藏着宋家的家底兒，在外面搞破鞋，卻鐵了心要賣閨女的時候，怎麼就沒想過今天會後悔？宋春林，我說過我會說到做到，要是想讓我改變主意，除非你今天死在這兒，那我可以勉為其難當個寡，否則這婚離定了，不過是早晚的事兒。黃婉琪，你這個女人就是沒有戲，離就離，這個月我扯了離婚證，下個月我就當新郎官。我再來看看你這個40歲都當奶奶的老女人，還有誰會娶你啊？哼！有本事你就娶，關我屁事兒。至於我以後嫁不嫁，又關你卵事。那你們倆這離了婚之後，孩子跟誰啊？2個閨女跟我，兒子跟她。那不行，鳳仙跟我，鳳喬跟你，2個女兒，我們一人一個。哎，我看你是想屁吃。哎，好好說話，別動手啊！今天這婚還想不想離了？知道了，別磨蹭了，趕緊簽字兒。簽字就簽字。黃婉琪，我警告你啊，剛剛這一巴掌還有這一腳，最後一次啊！今天離了婚，就是以後你再敢跟我動手，別怪我翻臉無情，我直接報警把你抓起來。今天領完離婚證出了這個門，我再正眼瞅你一眼，我黃婉清名字倒過來寫，跟你姓。但你要是非得自己犯賤，把臉湊過來讓我抽，那就不關我的事兒了。师傅真好啊！妈，你这新户口本上还有没有空位置啊？有啊，不過你們要想改姓黃，恐怕得先把分到手的財產交出來才行，否則啊，就算我肯，你們老宋家那些叔伯老古董們也未必答應。等等！哎，錢呢？說好了，只要我同意離婚，你就分我一半的家底。現在我都按照你說的做了，你分我的一半家底，現在就給我。行，一半家底兒都在這兒了。華姐，你什麼意思啊？你說好了，只要我同意離婚，你就分我一半的家底。結果你就給我18塊錢。不然呢？你以為之前的家底兒還能趁多少？就這18塊，還是我省吃儉用、不敢亂花才省出來的。你胡說八道！金條呢？銀元呢？還有我們祖上傳下來的那一對玉鐲子，還有金鐲子，還有你私底下藏的那500塊錢啊！你不要以為我媽還有你生的這6個蠢東西會被你忽悠，我心裡面可是一清二楚啊！啊，對，那天我是敲了你的門，但是我壓根我1毛錢都沒有找到。我不管，無論如何，這些家底你必分我一半。我聽不懂你說什麼。這麼些年，誰知道你把家裡的好東西搬出去送人送了多少？我手裡確實還有2個小金條和幾個銀元，不過那幾樣你就別想了，那是我給鳳仙和鳳嬌單獨留出來的嫁妝，我倒要看看家裡還有誰敢惦記他們的嫁妝。老子不離了，走，不婚，走啊！放手！我給你臉了是吧？復婚復你大爺！
宋春林，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以后你要作死我不拦你，但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动手动脚，别怪我说到做到。到时候我叫上我爸还有5个哥哥，咱们新仇旧怨一起算。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哎呀！不过了，不过了！哎呀！都看我干啥？哭一哭又不会死人，让他哭，哭够了就好了。回家，回家。哎呀媽，家裡發生這麼大事情，你怎麼也不跟我們商量一下？哎，不行啊，絕對不行！你和咱們爸這個婚啊，絕對不能離啊！媽，別鬧了，咱們回家啊！媽，我看你是閒的，抱着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學年輕人鬧什麼離婚，你不嫌丟臉，我們還臊呢。你也不想想，要是爸真的生氣了，一口答應了你，今後我們6個兒女怎麼還有臉出門啊？就是，老三說的是有道理。媽，你看看你把爸氣成什麼樣子了？當初爺爺去世的時候，我都沒見過他這麼傷心呢。對，還是老大和老大媳婦和老三他們講道理啊！我姑且再給你一次機會，復婚吧。可雙啊，你要實在覺得自己男人沒本事，真不行。這個家離了我黃婉晴就轉不動了。那我也勸你一句，可以學學我，離婚，早離早解脫啊。要死了！這大白天的，家裡遭賊了！哎呦，我的棺材本都給偷光了！我的棺材本都被偷光了！媽，怎麼了？怎麼了？家裡遭賊了！啊！快，都回屋去看看有沒有少什麼。快！快，去看看了！快，起來！都被偷光了！幸好出門的時候把現金和票都帶在身上，貴重物品都藏在鳳仙和鳳嬌屋裡。哎呦喂，該死的賊，把我的錢全偷光了！哎呀媽，你不是說你身上1毛錢都沒有了嗎？哪來的錢呢？啊！媽，你身上你還有錢呢？別告訴我，你們誰的錢都沒丟，就我一個人的錢丟了。我又沒有錢，我跟大姐的錢都投給四哥買豬飼料了。我也沒錢，我錢都用來買豬和豬飼料了，我屁股後面還欠了一堆債呢。你不就買了24頭小豬嗎？哪花得了那麼多錢？小兔崽子，你該不會把錢花別處了吧？媽，你可別胡思亂想，我錢確實都花完了，但可不止拿來買了小豬，那外婆家的2頭母豬，還有那黃家村那幾戶還沒斷奶的小豬仔，我可都付了定金預定的。包括那買豬飼料的錢，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呢。我跟二豬哥我們倆都商量好了，這政策不是開始推廣用飼料養豬嗎？我就交夠了錢，報了名，試試看。我這真沒錢了媽，真沒了。媽，別哭了，你哭了。海哥，你別告訴我，你的錢也沒丟。我不知道啊，我的老婆本都在媽那兒呢。放心，我隨身揣着呢，一個子都沒丟。別告訴我，你的錢也沒丟，就我一個人破產了。丟了，我們家裡的錢和票，還有分家時所有值錢東西都丟了。怎麼可能啊？剛才我看着門鎖得好好的，房間一切正常。啊！你這麼稀里糊塗的，你哪清楚啊？哎呀，我們家的錢都是我保管的，丟沒丟我能不知道嗎？那個，哦對了，那個門是鎖着的，但是門是開着，那個窗戶透氣的呀。哎呀，那個小偷啊，肯定是看着我那個門鎖了，窗戶是開着，就爬進去了。哎，這小偷，你說。
八成是又拿錢補貼娘家，想借這個機會平賬呢。哎，宋耀祖那個小兔崽子上哪兒去了？哦，耀祖啊，那個我去鎮上之前，怕他跟奶奶一個人在家不放心，就送我娘家了。哦，妈，那我们的钱怎麼辦啊？你要是真丟了錢啊，最好趕緊去鎮上報警。現在已經分了家，各家管各家的事兒。現在只有警察能幫你，別說找爹娘了，找祖宗也沒用。媽，你偏心，為什麼你只幫二哥保管錢？明明我倆就一個房間，就我的錢丟了，他的錢沒丟。現在到鎮上的派出所來回都得2個小時，等警察來了，小偷早就跑沒影了，有屁用啊！我要是你啊，知道路遠就早點出發，路上跑快點，也好早點報警。在這廢半天話跟我耍混，那才是無用功。行，等我去找警察。要是我的錢沒找回來，全家都別想安生。哎，三弟，哎，你不能去報警，不能去報警。那個去鎮上報警肯定是來不及了，要不大家跟着找一找吧，也別那麼麻煩了。這說不定只1個小時，小偷還沒走遠，這說不定錢還能找到。莫非賀雙已經知道了小偷是誰，而且這個小偷跟他關係匪淺，所以故意幫着打掩護。鳳嬌，好好看家，我出去一趟。王婉晴，你個惡毒的刁婦，都怪你！你不守婦道，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偏要鬧着去鎮上離婚。要不是你今天鬧着要離婚，家裡人都趕着過去勸你，怎麼會沒人看家，導致家裡遭賊？我跟宋春林已經辦完了離婚證，從今往後我跟你們宋家人井水不犯河水。今天家裡為什麼會遭賊，你自己心裡一清二楚。明知道全家人都去鎮上了，你不看着家，還非要跑到外面去嚼舌根子。賊不偷你家，偷誰家？什麼？你們真離婚了？怎麼會？我這條是新褲子，值5塊錢，現在被你抓花了，你必須賠我。我現在有事兒，這5塊錢你先欠着，要麼晚上賠給我，要麼就拿屋檐下那箱蜜蜂抵債。耀祖啊，你小舅舅給你買的麥芽糖甜嗎？甜，真甜。那你可千萬要記住你小舅舅剛才交代你的話，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知道嗎？我知道了，我保證不跟別人說小舅舅敲我家門鎖，你去我家玩捉迷藏的事情。外婆，你要是幫我挖蚯蚓，我保證更不說了。你這小兔崽子，想做那領了便宜的媽，滿身都是心眼子，還想騙我這個老太婆去幫你挖蚯蚓，養你奶奶的雞，做夢！別怪外婆沒有警告你，如若吃了你小舅舅的糖，還敢回家胡說八道，小心你小舅舅撕了你這張嘴，剪掉你的小雞雞！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媽，我把村長喊來了，你幹啥去了呀？那正好。耀祖，你是個乖孩子，奶奶問你幾個問題，你如實告訴村長爺爺，好嗎？好。你剛才吃的是啥？麥芽糖。誰給你買的？小舅舅。那他為啥給你買麥芽糖？小兔崽子，你以為只有你外婆有剪刀嗎？我告訴你，她就是嘴上說說嚇唬嚇唬。你奶奶我可不一樣，我連你爺爺都敢剪。嘿！媽，你嚇我孩子幹什麼呀？我把送去娘家啊，我們家被盗，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你別嚇我孩子，你看。哎呀，你真是正。小舅舅去玩捉迷藏，你撬我家这大门的鎖，還給我買麥芽糖，交代我不許說。外婆還說，如果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
他就會剪掉我的小鸡鸡，撕烂我的嘴。啾啾在哪兒？告诉我啾啾在哪兒啊！啾啾在哪兒？哎呀，行，那小孩不懂事，他知道什么呀？他出干嘛呢你？干嘛呢？哎，妈，你是没看见我三哥那张臭脸？我听说呀，贺家就还了他10块钱，剩下的全都打成欠条了。我三哥气得想去報警，結果賀家人比他更不要臉，說什麼要是敢去報警的話，就1毛錢都不還給他。你呀，既然喜歡讀書，就把心思好好收一收，管他們做什麼。咱們關起門來，過好自己的日子。哎呀，知道了，你这不是平时最看不慣三哥了嗎？看見他倒霉遭報應，我這心裡啊，別提有多暢快了。哎，大哥大姐怎麼不出來吃飯呀？吵架了沒？吵架？吵啥呀？這你算是問對人了。我聽說呀，前段時間大嫂她弟弟偷偷跟朋友去鎮上玩，輸了好多錢。廠子那邊通知，要麼湊錢去贖人，要麼就斷他弟弟一隻胳膊。然後呢？然後大嫂就背着大哥偷偷把剛分家分到的那點家底兒都借給娘家人了唄。哎呀，幸好我這錢都拿來辦正事了。哎，二哥，這我們現在6個兄弟姐妹，就剩你手裡還有點活錢，當心他們找你借啊！你小心點啊！媽，我之前托你那事兒，你這2天呀，先去縣城給自己置辦一身像樣的行頭，再學學你二柱哥，給女方準備一份合心意的見面禮。我這幾天先找個靠譜的媒婆去探探林家的口風，畢竟結婚是2家人的事兒，又不是口頭上過家家。我現在就去現場，趕吃完早飯再去。等一下，你帶錢了嗎？忘了。15夠嗎？反正都從你自己的錢裡扣，你自己看着辦。夠。哎，慢點兒。沒事。哎呀，媽，你是不是特好奇我奶去哪兒了？哼，不好奇，反正又不關我事兒。哎，我奶這一大清早啊，端個小板凳就去賀家門口哭了，說賀家要是1天不還他棺材本，他就天天早上來賀家門口哭，頓頓去他們家吃飯。這就叫惡人自有惡人磨。長官，二柱哥，我回來了。長官，這份手續你一定要保管好。咱們縣這次啊，一共審核通過的有8個人，你就是這8分之一。以後啊，你想養幾頭豬啊，不，幾十頭豬都沒有什麼問題。以後啊，萬一小豬出了什麼狀況，需要閹割或者生病吃藥，就去這上面的獸醫站找專業的技術支持。長官，真沒看出來呀，你小小年紀就有這麼大的出息，好好幹，別辜負了組織對你的期望和名額。最重要的是啊，別把豬餵瘦啦。謝謝二柱哥，我一定會好好幹的。這是第一次，大家都在嘗試探索，一次成功固然好，就算失敗也沒什麼了不起，就當為成功奠定基礎了。你還年輕，好好幹，別給自己太大壓力啊。村長走，二柱哥走。你家來客人，你拉上我幹啥？這不是鳳仙的相親對象來了嗎？請你給長長眼，把把關。二柱啊，你平時休息的時候都喜歡做點什麼呀？啊，我呀，來抽根煙。哎，不，嬸子，抽煙影響視力。我平時啊，壓根兒不抽煙。哎
呦，這不抽煙好啊，這經常抽煙對肺也不好，這牙齒也容易黑。对对对。二柱啊，你喝酒不？你叔去年在后山抓了一条蛇，泡了一坛子蛇酒，想不想尝尝？哎呀，正好啊，今天人多热鬧，我呀这就回去装一壶蛇酒过来，再把我家那小兔崽子也喊过来，你们几个一起玩玩牌什麼的，熱鬧一下。哎，別，嬸子，您真不用這麼客氣。怎麼？二柱這是嫌嬸子家的蛇酒不是現成買的，上不了檔次吧？嬸子，您別誤會啊，我怎麼能嫌棄呢？趙叔泡的蛇酒那肯定是好東西，要是擱平時的話，我肯定得多喝點。但是今天不行，我開拖拉機過來的，開拖拉機不能喝酒。哎呦，也是，瞧嬸子的記性，差點給忘了。那今天咱們就不喝酒了。哎呀，正好，這離飯做好還有個把小時，你呀就不用光陪着我們嘮嗑了。我這就回去把我家那小子喊過來，你們一起玩玩牌什麼的。別，嬸子，玩牌也不行，我技術不好。哎呀。二柱啊，那平時你不忙的時候，你都喜歡做點啥？我平時就釣魚。巧了不是？我家鳳仙啊，過年最拿手的菜就是魚。剛才長貴兒還特意去池塘撈了一條，正在廚房處理，準備中午紅燒呢。二柱啊，你一會兒可得好好嘗嘗。那太好了，嬸子，我肯定得好好嘗嘗。媽，你不是說讓我們陪二柱哥玩會牌嗎？結果人都給你找齊了。怎麼哪兒都有你們的事兒啊？哎呀，正好你們人都到齊了，那你們就玩玩吧啊！來坐，來坐，來，那我坐這兒啊。哎呀，你消消氣兒，你那兩個兒子就算再欠揍，你啊今天也得忍着。等客人走了之後，你想怎麼收拾他們都行。行，聽你的。可我一看長文和長富那個樣子，就像是提前串通好的。阿恆和二柱跟他們一起玩牌，怕是會吃虧。別怕，就他們倆的智商，加在一起也翻不了天。我看啊，這誰輸誰贏還說不一定。我們家阿恆啊，雖然說牌技不精，但腦子好使，能記牌算牌。我看你們家的那個準女婿，心思縝密，行事穩當，人情世故的那個度也拿捏得剛剛好，讓他們在一起耍一耍。這老話說得好，牌桌上看人品。一會兒咱們出去再慢慢觀察。要不要？不要。那我顿時壓一下。不好意思啊，全是主牌，沒有副的。宋長文，你會不會玩？豬腦子！什麼意思啊？玩不起唄，這就輸了幾把牌就要掀桌子。剛才是誰說輸贏不過就110來塊錢啊？怎麼這就玩不起了？一根短棍是5角，一根中棍是1塊，一根長棍是5塊。這把不算的話，我一共贏了101塊5角。二柱哥，你呢？咱倆應該差不多吧？我不玩了，不行，再來一次，一局定勝負。老子不信邪了，來，再來一把是吧？行，那你先把之前輸的給我結清了，我還可以考慮再陪你們打一把。什麼意思啊？你不會是手裡什麼也沒有，
就想着空手套白狼吧。秦二柱，你是不是和赵恒提前沟通好了，故意讹我们的？这打个牌而已，至于吗？哎呀，算了，不玩了。今天就当打着玩，消磨时间。说完这厨房的饭也快做好了，我先去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啊。整个三元村如今谁不知道你是个穷光蛋？我跟二柱哥又不是缺心眼儿，还讹你的钱，我他妈！我小兔崽子，你要干嘛？哎呀，你个小兔崽子，让你们玩一玩，放松一下，怎么还玩上真的了啊？还愣着干什么？还陪你回家？不省心的东西，走！饭好了，谁来帮我端一下菜？我来。哎，婶子，我这次来呢，一是给长贵送猪饲料，二呢是想让您给我一句准话。我看这个月底啊，连着几天都是好日子，4月30号这天就特别好。我想带着我父母还有媒婆上门提亲，您看行不行？行，我也觉得4月30号这日子挺好。那这样，婶子，那咱就定4月30号。成啊，那我就先走了啊。王大姐，我听说你县城那个特有本事的新女婿来家里了，我回来啊带了一刀肉，家里还有一坛子好酒。王大姐，您都拿着，晚上啊好好招待新女婿啊。涂师傅，您特意上门找二柱是有什么事儿吗？嗨，没什么事儿，我就知道家里来客人了，就来凑个热闹哈。哎，涂师傅，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东西啊还是拿回去吧。这黄大姐，你看看你怎么还记上仇了呢？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说开了不就好了吗？那金镯子的事儿，是我猪油蒙了心，我的錯。这我不也是被我们家那败家婆娘给騙了嗎？道歉就不用了，上次那事兒到底是怎麼回事，咱們兩家人心裡都有數。雖然我不知道你找二柱到底想辦什麼事兒，不過你來晚了，他吃完午飯就走了，這會兒怕是已經到家了。哎呦，這怎麼就這麼不湊巧呢？你說。媽，趁着天色還早，我想去趟縣城。都2點多了，你去縣城幹啥？這一來一回得5、6個小時，等你回來天都黑了，走夜路可不安全。沒事兒，我這有手電筒呢。這家裡的小豬仔不是長結實了嗎？差不多得閹割了。這過幾天家裡不是忙嗎？我就想，趁着這幾天有空，我去縣城裡找個獸醫站，我再約個獸醫把家。長貴，你那小豬要閹割呀？啊，嗨，那你去什麼獸醫站呢？你都認識涂師傅那麼多年了，我的手藝你不知道？這一點小事不用那麼麻煩，找我就行。啊。瞅我幹啥？自己的事兒自己拿主意。媽。那也行。哎，好嘞，來，掌櫃來拿着。哎，謝謝涂師傅。明天早上我帶着工具就過來啊，就這麼說定了，好吧？啊、哎，我走了啊。哎，好嘞，涂師傅慢走啊。哎，媽，鳳仙啊，我這輩子啊很遺憾，沒有生出閨女來，全是臭小子。今後呢，你嫁到我們秦家呀，我一定把你當親閨女這麼疼，我保證4碗水端得平平的，保證不偏心任何一個。親家，這是秦家的一點心意，你先看一下，如果有哪裡不合適的地方，今天當着兩家的面，盡管提出來，咱們還可以再商量。哎。這是這是我們給二柱準備的彩禮錢，你看這個數可還合適啊？
這個收的彩禮，我們自然是没意見。不过什么？不过这存单上写的毕竟不是我家凤仙的名字，他就算手里拿着这张存单，钱也取不出来，对吧？哎呀，亲家，这没关系。二柱正好呢，他今天有空，就能带凤仙去县城买2身新衣服，再逛逛街。要是凤仙呢實在不放心呢，就讓二柱順便帶他去趟銀行，把這彩禮錢取出來，直接存到鳳仙名下便是了。哎，媽，不用這麼麻煩，這存單上寫誰的名字都一樣，我相信二柱的為人。哎呦，難怪大家都說鳳仙這個孩子溫柔體貼，最是善解人意了。我的意思是呢，就尊重鳳仙的意願。反正這個存折呢，給到你們小兩口手裡，將來是用在你們小兩口身上。這個肉啊，都在一口鍋裡，寫誰的名字都一樣。照着親家的意思，只要肉都在一口鍋裡，就都一樣。那將來鳳仙跟二柱要是生了孩子，照理說都是他倆的親骨肉，那是不是跟誰的姓也都一樣呢？這彩禮秦家願意給，我們就收着；秦家要是不願意給，只要小兩口樂意，我也沒二話。我們不圖別的，單就相中了二柱這個好女婿。但是誰家給彩禮往存單上寫婆婆的名字，都有點說不過去吧？葉紅最近可能太忙了，疏忽了，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正常情況下，誰會在彩禮存單上寫自己的名字？嬸子，這張存單我能看看嗎？你自己看看吧。二柱啊，你覺得這件事兒怎麼辦更妥當？嬸子想聽聽你說。嬸子，其實我覺得我媽說的對啊，反正都是一家人，這存單寫誰的名字那不都一樣嗎？哎呦，親家母，我這個兒子啊，說話就是太直了。親家母，你多多包涵哈，千萬別往心裡去。媽，你聽我把話說完嘛。鳳仙，你今天下午有空不？有。那正好，咱上趟縣城，先把眼前的事都清一清。咱把彩禮全都取出來，存到嬸的名下，這是單獨給你的。以後結婚啊，咱也有房住，工資我都正常上交啊，也用不上這筆錢。這筆錢啊，也讓嬸子幫你單獨存起來。你以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怎麼花就怎麼花。我們秦家人啊，也沒權過問，也包括我。你是說這個錢取出來放在我媽名下？啊，我就是這個意思。鳳仙，我做錯什麼了嗎？不是你別哭啊！以後咱們這個小家就你說了算啊！黄大姐，在家的吗？這個涂師傅他到底有什麼事兒，非要找秦二柱不可呢？涂師傅特意登門是有什麼事兒嗎？今天家裡有客人，不太方便。您要是有什麼事兒啊，就在門口說吧。嗨，沒事兒沒事兒，我呀就是知道家裡來了貴客了，特意拎個豬蹄兒過來，給家裡呀添道硬菜啊。那個鳳仙在了嗎？鳳仙，二柱在嗎？涂師傅有點小事情，找二柱啊請教一下。哎，沒事，你先坐着，我出去看看。涂師傅，有事你就直說，一會兒我還有事呢，還得趕緊去趟縣城。哎，行，那我長話短說啊。那個，聽說呀，最近縣裡在組織人考什麼，獸醫資格證。二柱啊，你聽說這事兒了嗎？怎麼，涂師傅，你也想考個證啊？對，我呢確實有這想法。我最近聽同行說呀，考這個證將來用處大着呢。二柱啊，你應該也知道，我們涂家呢祖祖輩輩都是幹這個屠戶和獸醫的，那技術是杠杠的，考個證啊絕對沒有問題。二柱啊，你能不能給找找關係啊？什麼人吶？
现在正在说亲呢，村里就该有人登门让二叔帮忙办事儿。若真后结了婚，那还有完没完？阿珠啊，你看我跟凤仙啊，那是老乡，他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个你要是有关系啊，你就帮我一把。再说了，我要是能考下这证来，你那小舅子不还在村里养猪的吗？那保不齐要找个兽医什么的，这不也方便多了吗？啊！阿柱，你先回屋。你是黄家村的人，三元村的事儿不用你多费心。将来你跟凤仙結了婚，那也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哪怕是鳳仙4個兄弟的事兒，都不用你管，更別說是外人。哎，婶子，涂師傅要是有什麼難處，可以去找村幹部幫忙。今天是我家鳳仙的好日子，你來我家攪什麼混？你這忙我們幫不了，你帶着東西請回吧。婶子，我跟凤仙結了婚，我也算半個三元村的人了。三元村上的事能幫，我一定盡力就幫了。不過涂師傅，我得給您提個醒，考證的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具體的要求和流程，我先去問問。你先回去等我消息，下次再來三元村的時候，我一定給你個準信。好嘞，來，拿着。那我就先回去啊，我等您準信啊！別送了，走了啊！婶子，剛才我貿然答應幫涂師傅問問考證的事，您不會生氣吧？說實話，嬸子不想搭理他，但我也知道你有你的考量，我不生氣。不過二柱啊，你能力越大，肩上的擔子也越重，切忌量力而行。你好心幫助別人是出於好意的，但有的人啊，他就不值得幫，就算幫了，也是好心當成驢肝肺。哎，二柱，你眼睛怎麼了？啊，嬸子，可能是進灰了吧？嬸子，我爸媽總跟我說，上面一個哥哥，下面2個弟弟，在農村幹活不容易，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讓我能幫就幫着點兒。這麼多年了，嬸子，您還是唯一一個關心我累不累的人。好孩子，往前看，你的好日子在後頭呢。嬸子，我也相信。其實我第一眼看見鳳仙的時候，我就覺得她是個溫柔善良，是個好姑娘。您放心，我跟鳳仙結婚以後，我肯定好好待她。嬸子相信你。哎，對了，嬸子，以後啊，碰見涂師傅這種人啊，能遠就遠着些。萬一他主動找上門來，咱能靜就靜着點，千萬別惹他。二柱，你為什麼這麼說呀？我看人還是比較準的。涂師傅這個人性格比較偏激，他不信鬼神，做起事來啊，估計也沒有邊兒。以後啊，咱能幫着點，能讓就讓着點，歸根結底啊，也是對咱自己好，不是？呀，那剛才啊，嬸子，您也別往太壞的地方去想啊。畢竟涂師傅現在還要求進步，他還是一個有憧憬未來、是有理想的人。我估計他一時半會兒啊，也幹不出來什麼太出格的事情。也是啊，那這樣，嬸子，您先忙着，我先去後院看看。哎，好。哎呦，這真是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常武穿上這新衣服啊，就是不一樣，我差點沒認出來。今天這事兒啊，辛苦彭媒婆了。哎呦，這事交給我，你放心。媽，那就是我打算買的舊房子，那兒離小滿學校近，正好用來做新房。這小子還真是有點運氣。我記得上輩子房主的房子沒賣出去，
過2年正好遇上道路規劃要拆迁，補償了好大一筆拆迁款，没想到这回被他给相中了。那边，这常武啊是真心想娶小满，你们看看这彩礼钱给多少合适？你们宋家的心意呀，我们心领了。这2个孩子的亲事嘛，都好说。不过这彩礼，我们林家就决定不收了。不收彩礼？哎呦，亲家，您这话说的，我家常武啊是一心一意，真心来求娶小满的。这2家人定亲，怎么能不谈彩礼呢？要不这样，你们先看看我们给的这个数合不合心意，剩下的咱们再慢慢谈，可行？哎，是啊，这彩礼呢，亲家你们先看一看，再考虑一下，有什么事呢，咱们接下来再说也不迟啊。不收彩礼这件事呢，是我们一家3口早就商定好的，不用再考虑了。亲家既然不收彩礼，那想必是还有别的想法。难得今天2家人都在，有什么话咱们敞开了聊，只要能提出问题，咱们都能努力想办法克服。亲家，你们也知道，我们林家就小满1个女儿，但你们宋家就不一样，有4个兒子。这宋家兒子多，這以後啊，孫子也會更多。所以我們就想呢，要不然就不收彩禮。這以後常武跟小滿結婚後生的第1個孩子呀，跟我們姓林，可好？所以你們林家的意思是讓我家常武入贅當上門女婿？親家，你誤會了，我們不是想讓常武入贅。入贅對於一個男的來說，名聲多不好聽，我們是知道的。我們只是想讓小滿生的第1個孩子姓林，將來呀，替我們林家延續一下香火，沒別的意思。常武，你是咋想的？宋常武，你是不是改主意了？你不是从小就跟我說，長大以後什麼事都聽我的嗎？這將來生出來的第1個孩子，姓宋還是姓林，那不都是你自己的孩子嗎？又有什麼分別？媽，你說呢？你自己想清楚就行，我沒意見。聽常武說，親家的意思是希望將來小兩口結了婚，還能住鎮上。哎，我們是這樣想的。這也好辦，常武已經選好了宅基地。要是沒有其他問題，咱們2家就先把常武和小滿領證結婚的日子給定下來，然後我親自看着他，爭取早點把結婚之後要住的新房給建起來。親家，我覺得不用這麼麻煩的。你看我們家這麼大的房子院子，隨便收拾1、2間出來當婚房啊，是沒有問題的。與其讓常武大費周章的買宅基地蓋新房，倒不如直接住到我們林家來。你們看怎麼樣？說的好聽，不要彩禮，孩子跟女方姓，結婚還住女方家，這不就是入贅嗎？阿姨，這我可不能答應你啊！哪有女的出嫁了還帶着女婿住娘家的道理啊？那我們老宋家，就算條件再不好，那也不能窮到住岳父岳母家裡吧？宋常武，我都已經答應嫁給你了，你莫非是想臨時反悔不成？小滿，咱們不都說好了嗎？結婚以後就搬到鎮子上去住，那你也沒說結婚以後住到娘家去啊？我堂堂一男人，我在外面那要臉的，別人怎麼說我呀？住在鎮上和住在我們林家那又有什麼分別？你自己買了舊房子，拆了重建，那還要花費一大筆錢。你要是真能拿出這一大筆錢，倒不如去縣裡學一門手藝，將來好養家。常武，小滿也是為你好。你想一想，若是你搬到鎮上來住，再回三元村大隊下地掙工分，那肯定是不方便的呀，對吧？你倒不如趁現在呀，手裡有點閒錢，找點門路，學點本事，也總不能等結婚以後指着自己的媳婦兒養活你吧？親家，你覺得呢？這日子將來終究還是要他們自己去過。我尊重常武的選擇。宋常武，你跟我出來一趟。
叔叔阿姨，就按你们的意思定。那既然条件都谈妥了，咱们就选个好日子，争取尽早帮小两口把婚事给办了吧。小满的工作呀，挺忙的。我们的意思呢，是等年底小满的工作步入正轨以后啊，再办婚礼。而且有这半年的时间呀，足够常武去学一门本事。我们也希望常武啊能学有所成，这以后啊也能成为小满的依靠。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是叔叔阿姨，我早就跟我小舅子说好了，去学大车去。这以后啊，一定学好本事啊，将来不会让小满受委屈的。10月份高考就要恢复了，到了年底，这事儿能不能成还不一定呢。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先跟着师傅去学本事吧。妈，你在镇上看中的那座老房子呀，该买还是要买，要尽早。我看那个位置真的是很好，不管是将来建房子自己住，还是买了先放着，都不会吃亏。妈，我跟小满都说好了，不买房子。你是不是傻？那房子买了又不会吃亏，你就算现在不住，将来也不住。但是那个位置真的合適，價格又不貴，就算買了先放着也行啊。萬一將來鎮上開始規劃修路什麼的，又或是有什麼其他的變動和安排，剛好從那兒穿過，意外賠你筆巨款呢。媽，你說的那些都太玄乎了。哎，你要是相信的話，你把那老房子買下來唄。我是怕將來那房子被別人給買走了，你會後悔。媽，不後悔。只要是小滿說的，我都不後悔。行吧，你自己想好了就行。你不買，你媽我可就買了。走，回家。哎，不會那麼邪乎吧？那劉寡婦可比他大了那麼多，白天要是遇到了，都該叫他嬸兒了吧？哎呀，什麼嬸不嬸的嘛，既不是親戚，又沒有血緣關係，八竿子都打不着。一個呀，空虛寂寞。一個血氣方剛，呸！想上就上唄。哎，也對，昨天晚上下那麼大的雨，要不是半夜隔壁鄰居起來上茅房瞧見，誰又能想得到呢？快去，快去！這倆人今天怎麼招呼都不打了？婉晴啊，你家常務這是出啥事兒了呀？怎麼2天沒見到他了？他呀，前幾天跟着車隊的師傅跑車去了。哎呦，老天爺呀！你家常務這是要有大出息了。奶奶，二叔幹啥去了呀？啥是大出息了呀？媽，二哥去哪兒了呀？怎麼感覺有大半天沒看到他了？你們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呀？你問這個幹嘛？你二哥的事兒跟你有啥關係？我這不關心一下二哥怎麼了？你要是真關心你二哥，怎麼連外人都知道常武出去了2天？你這個親弟弟倒沒發現。宋長富，你昨晚一晚上沒回來，上哪兒鬼混去了？啊，我不是跟你們說了嗎？我昨天上山砍柴去，結果下大雨了，我找個老房子躲一下，結果一睡，天亮我不就回來了嗎？我。喲，親家，今天怎麼過來了？鳳嬌，去泡茶。婉清妹子，不用麻煩了，我們今天來了，說幾句話就走，不多留。今天特意找了彭大姐陪同，就是來商量退婚儀式的。這些呢，就是這幾個月你們送過來的禮，你們清點一下，差了什麼我們補上就是。親家，這好端端的，怎麼就突然要退婚呢？有什麼事兒咱們都好商量。尤其是現在我家常務也不在家，一直都在外面跟着跑車，個把月才回來一趟。這最退婚這件事就不用說了，我們退定了。現在就是看看你們男方對於退婚儀式還有沒有別的訴求。畢竟是我們悔婚在前，兩家人好聚好散，別影響到兩個孩子的名聲。林老師，我家常武這孩子懂事明理，勤奮上進，也不是娶不上媳婦兒，非要賴着你們家小滿。可是現在親戚朋友都知道他們訂了婚，你們說退婚就退婚，至少也要給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否則也欺人太甚。
黄婉晴，你说我们欺人太甚，我说是你教子无方。说我教子无方，你们生的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家常武样样都拿得出手，倒是你们教出来的，看似喝了不少墨水，實則自私自利，滿肚子算計。還是當老師的人呢，東西都穿過用過了，還好意思匱額？真是有辱斯文。走。有話好好說吧，這都是一個鎮上的人，今後抬頭不見低頭見嘛。哎，媽，你先別生氣，我二哥這段時間也沒在家，興許林老師他們罵的不是我二哥呢。既然走到這一步，今天就把話說清楚。今後橋歸橋，路歸路，井水別犯河水。婉晴啊，這事兒啊，他也不怪常武，就你們村那劉寡婦啊，昨天去人家大門口鬧，說女方家心術不正，扯着訂婚的幌子占着坑，拖着不結婚，害得宋家倆兒子啊結不了婚，罵得可難聽了。死鴨子嘴硬，還不承認自己教子無方。我好好的閨女，鎮上誰見了不叫一聲小林老師？憑什麼要去跟那個人盡可夫，都能當她婆婆的人當妯娌？啊，不是，什麼妯娌啊？常武的婚事跟劉寡婦有什麼關係啊？宋春林，你個王八羔子，你又整什麼幺蛾子？不是宋春林，是常富，他跟劉寡婦。啊？爷，你慢點兒。媽，不好了，二哥和三哥打起來了。常武啥時候回來的？他倆怎麼打起來了？二哥一回來就去了林家，知道被退婚後就去了劉寡婦家，誰知道正好看到三哥提着褲子從劉寡婦家裡出來。三哥說二哥被退婚是他指使劉寡婦去幹的，誰讓他搶了他學車的資格呢？然後二哥和三哥就打起來了。打就打吧，反正常富也打不過常武，挨揍也是他活該。沒有，挨揍的是二哥呀！啊，三哥什麼時候能打得過二哥了？是大哥大嫂，他倆拉偏架，兩個人跟着三哥一起揍二哥呢。我去看看，常貴去請村長。哎，快走。宋常武，你明知道我想學開車，還偷偷摸摸的搶下亂我的名額，有你這樣當哥的嗎？啊，有你這樣當哥的嗎？撒手！算了，撒手！你憑什麼打我？是他搶了我的東西。行了，我呸！二柱當初明明白白告訴你，你學車得靠他，你倒好。二柱上門提親的時候，你當着全家人的面冷嘲熱諷，人家涂師傅都知道聽二柱的勸，為了考證，一有空閒就熬夜背書，你自己不爭氣，怪得了誰？媽，你打常文幹什麼呀？宋常文作為兄長，不僅不關照弟弟，還為了一己之私毆打自己的親弟弟，這種畜生不該打嗎？媽，我沒有，你冤枉我。沒有，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那點心思，你們就是惦記上了宋常富那間房，想等他搬出去之後，把那間房騰出來佔為己有。黃婉琪，你可真不要臉！你好意思這麼說大哥？將來我出去，我那間房就給大哥大嫂，給侄子，怎麼了？反了天了啊！敢這麼跟你媽說話，我今天就……媽，這麼多人了，說媽，哎，你沒事吧，常富？媽，別打了！我是他嬸子，有什麼話就不能好好說，幹嘛非得動手啊？我是他媽，親娘管教兒子，天經地義。大哥大嫂為了兒子，難道就是自私自利了？你只要對你有好處的兒子，沒出息的全部撇開，你難道不是自私自利啊？閉嘴！你個畜生，自己偷奸耍滑，整天滿腦子歪門邪道，還有臉怪別人。呀，媽，怎麼說媽？這是你是嗎？別人家的老人都是為了子女着想，我不知道我和大哥造了什麼孽，遇上你這個薄情寡義的媽，只為了自己的好日子。我沒你這樣的媽。好，你不認我這個媽，我也沒你這個兒子。正好村長在，今天我們就簽斷親文書，從今往後斷絕母子關係。簽就簽，這個家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嬸子，
你可得想清楚了，这断亲可是大事啊！一旦签了字儿，你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我想清楚了，留着他，还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连累兄弟姐妹呢。今天这个亲必須斷，我不會後悔的。黄婉琪，你記住了，等有一天我富貴了，你別舔着臉來求我。既然文書已經簽好了，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賠償的事吧。什麼賠償？你們三個把我兒子常武打成這樣，就想一走了之？你想怎麼樣？醫藥費、誤工費加起來，你們一家賠100塊。黃婉琪，你瘋了！你這是想錢？不想賠啊？你們毆打常武，這麼多鄉親可都是親眼看見的。不想賠錢，那我們現在就報警。不賠錢，你們就去坐牢。啊，不行，我們不能坐牢了。我們要是坐牢了，要不怎麼辦啊？不行的啊！媽，我們沒那麼多錢啊。怎麼不想賠啊？媽，我們願意賠償，但是能不能以後給你啊？你看我們現在錢都沒有，我以後保證能給你的。哎，行，那現在就打欠條。哦，欠條啊？我們都是一家人，不需要打欠條吧？哎，你說對吧，耀子他二叔？啊，親兄弟還明算賬呢，你們打我二哥的時候，怎麼不說是一家人呢？是100塊的欠條，還是報警？你們自己選。欠條，我們打欠條。我沒那麼錢，我也打欠條。慢着，我允許他們兩口子打欠條，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你又是什麼身份寫欠條？媽，我可是你親兒子，你不忍心讓我坐牢吧？別亂叫人啊！我已經不是你媽了，別忘了，我們可是剛簽了斷親文書。行，我是打了你，但是你也打了我，大家都看到了。你要報警，我也報警。我打你的時候，我還是你媽，親媽教訓兒子天經地義，到哪兒我都占理了。今天你就是說破天也得賠錢，不賠錢就去坐牢。100塊我有，我替常父賠。不過常父，你答應我的事兒，裡面坐，裡面坐，先坐着喝會兒茶啊。婉琪啊，宋常父還真娶了劉寡婦。那劉劉也不傻，是帶着宋常父去縣裡先領了證，才肯掏的100塊錢。哎呦，他還真有些手段。可不是，管他跟誰結婚呢，反正以後都跟我沒關係了。也對，今天是封建大喜的日子，咱們不提晦氣的事兒。對，二哥，你想開一點，一個林小滿拋棄了你，那千千萬萬個林小滿在未來等着你，前提是你得自己爭氣，不然就算結婚了，那不也得離？哎呀，我知道要想開點，可我就是放不下呀。哎呀，你放不下你就慢慢放。告訴你啊，今天可是大姐大喜的日子，你可別拉了個臉。笑笑笑。哎，姐夫來接親了，快快快！來了，走走。哎，進來了進來了，咱們女婿衝進來了。姐夫姐夫，給我。給你一個，你的快給你了，給你了，手收回去。來，哎，我怎麼覺得有點不太對勁兒啊？這多熱鬧啊，這多好啊，哪裡不對勁啊？怎麼一直沒看見宋春林母子倆？媽，看我搶的大紅包！快啊！舅舅們來了嗎？來了，早就來了。外婆帶着5個舅舅還有表哥，他們早就來了。不過舅舅不願意進屋，外婆也不願意看見奶奶。來了之後就住在隔壁趙嬸家了。你現在過去跟大舅說，讓舅舅和表哥們先別走，聽着點這邊的動靜，要是聽見這邊不對勁兒，就趕緊過來幫忙。你爸跟你奶一大早就起來了，到現在都沒露面，我怕他們又整什麼幺蛾子。今天早上我看我爸就出去了，沒準啊是趁亂鬼混去了。哎，不過奶奶我還真沒看見。我早上幫大姐梳完妝之後，在這前屋後院轉了一圈，也沒看見奶奶。不過她房間上鎖了，應該沒在家吧？不管他們，你先過去把我剛才交代的話轉告舅舅，
只要你姐今天能顺顺利利的出嫁，别的都好说。好嘞，回去了。你也别多想，宋春林若是敢有意见，早就提出来了。再说了，凤仙是他亲闺女，宋家今天的亲戚基本上都来了，他不至于今天敢闹事儿，把自己的面子扔在地上踩吧？小兰，咱们都做了这么多年邻居了，宋春林是个什么狗东西，你还没看清楚？也是。奶奶，你咋啦？秦家小子，你要把新娘子接走没问题，先把彩礼拿出来。这什么情况？这男方都上门接亲了，这彩礼还没给啊？就是啊，这婚能不能结？妈，奶奶这是……没事儿，奶奶老糊涂了，跟你开玩笑呢。常武、常贵儿，把奶奶连椅子一起搬到客厅去。哦，看你们敢！我可是你们亲奶奶。我劝你识相点儿，别给脸不要脸。你今天要是敢坏我闺女的好事儿，再拦门要彩礼，我会让你跟宋春林两个人有命花。你知道的，我敢说到做到。常武、常贵儿。还傻愣着干嘛？赶紧接亲吧，别误了吉时。哎，妈，凤仙，抱紧我带你回家。好，回家了！放下来，放下来！老子一分钱彩礼钱都没有拿到手啊！你就想娶走我精心养育了23年的大闺女，门都没有！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誰才是一家之主！女婿别慌，今天有媽在，保證一切順順利利的。誰才都沒用！哼！我們來了，春林，今天是個好日子啊！哎，我們哥兄幾個在隔壁等了半天，也不見你這個妹婿過來打招呼，原來你躲在家裡邊啊！我們今天看在妹妹的份上，一定好好照顧你。走，跟哥進去喝2杯。走，有什麼提起的話呀，咱們回屋好好說。你們黃家人幹什麼？誰要陪你們喝酒？放開我！救救我！大家救救我！秦恩珠一分錢彩禮錢都沒給，我能自上個背着我閨女踏出這個家門！哎呀！什麼你們那邊？哎，放下！放開我！幹什麼？大喜的日子想插手別人家家事啊？二柱和鳳仙的婚事是我這個做舅舅親自牽線做的媒人，有沒有收彩禮我還不知道，我妹妹婉清還不知道。可是春林他說了啊，他手裡真的一分錢彩禮都沒拿到啊！這鳳仙畢竟是宋家的閨女，這父女一場，結婚那麼大的事兒，您都不明一下，這不太妥當吧？啊？誰說鳳仙是宋家的閨女啊？我們離婚的時候分說的清清楚楚，鳳仙早就已經改姓黃跟我姓了。盧伯啊，我們家的事兒你還是少摻和吧。知道的你是熱心腸，多管閒事兒；不知道的還以為宋春林是你親兒子呢。黃婉清，你少在這胡說八道，搬弄是非！哼！你這糟老頭子，你還上門要彩禮，這麼傷天害理的事你能做得出來？不怕受報應啊！我問你，咱家孫女還要不要嫁人了？走，跟我回家去！丟人現眼的東西，走，跟我走，走，丟人現眼！我說你們都在幹什麼啊？閒着沒事幹是不是？哼，我看今天誰敢再站出來鬧事兒，我就把名字給他記下來，以後下地裡幹活啊，都給他記6個工分。走。好孩子，快去吧，別誤了吉時。今天出了這個門啊，其他的人和事兒就都跟你們沒關係了。你們小兩口關起門來，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比啥都強。媽，您放心，我一定照顧好鳳仙，珍惜她，保護她，
絕對不会讓人欺負他。好，抢红包喽！妈，我也来帮忙。你也忙一天了，先回屋歇着。行，那你有事叫我啊。好，是谁？是谁弄的？妈！怎么了？好闺女，先别着急啊，先清点一下，看看少了啥。你放心，妈一定替你做主。别让我知道是谁进了我的房间，弄了我最爱惜的笔记本和书，我一定锤死他！凤娇，有没有丢什么贵重的东西啊？如果有，咱们赶紧去报警。这倒是没有，我贵重的东西都在我妈那儿呢。这谁干的呀？真是缺德！今天下午家里压根没来过外人，除了他，还能是谁干的？走，死老太婆，我弄死你！今天下午是不是你撬了凤娇房间的锁，进去做賊翻东西？哼，少冤枉好人，我才没有。那2个赔钱货的房间，除了几本烂书，啥都没有。谁算是犯？我才没那么傻。那你敢不敢发誓？发誓就发誓，我还怕你不成？我发誓，没有就是没有。就这啊？那你敢不敢发誓，如果你今天说谎，撬锁进了凤娇房间偷东西却不承認，那你的列祖列宗在地下也不得安寧，公公夜夜入夢來找你說話，你的晚年孤苦無依，不得善終。黃婉晴，你要不要聽聽你在說些什麼？當着兒女們的面，竟然說出這麼惡毒的話，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嗎？我行得正，坐得端，既不偷人，也不起事實說謊，我怕什麼天打雷劈啊？那個死丫頭就是個賠錢貨，我親孫子都要擠着住，她憑什麼在宋家有一個帶鎖的單獨房間？我是她奶奶，撬個鎖怎麼了？你之前帶頭的時候，她還仗着你的事翻了我的房間。哼，你和我兒子離婚的時候，背地裡昧了多少錢和東西，別以為我不知道。哼，反正我什麼都沒拿，你們今天就是報警也賴不到我身上。大不了我把這條老命豁出去賠給你們，來呀，你們來呀，有本事就像打你兒子一樣扇我巴掌啊！你看我敢不敢去你們黃家村把祠堂哭倒？到時候我倒要瞧一瞧，你們黃姓家的閨女連婆婆都敢打，誰還敢娶她？沒事兒，你承認了就好。你們不是離婚了嗎？有本事你明天就搬出去，帶着你這個拖油瓶給我滾！這宋家的每一間房，每一寸磚都是我的，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有種你們就別住！你會後悔的。媽說過，今天一定幫你做主。媽說到做到，跟我來。哎，你們站住！你們要幹嘛？站住！哎呀，你們砸了東西就不能夠再打我了呀！啊！哎呦，造孽喲，真是造孽呀！你，哎你站住！你個死丫頭，把東西還給我！哎，這死丫頭，你給我站住！你個死丫頭，你殺千刀的，你這不是要我的老命嗎？哎呀，我不活了！哎呀，我說奶奶你就別瞎折騰了。我告訴你啊，你要是把媽氣走了，到時候你別想我跟常文在裡面當牛做馬。我可告訴你，到時候啊，你就跟爸一起過吧你。哎呀，老頭子，你看看，這就是你們宋家的孝子賢孫。你先走了，
很是幸福。婉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俩老是作妖，如今搞得凤娇都没办法安生读书了。别担心，妈有办法。前阵子呀，你二哥在镇上看上一个旧宅子，没买成，妈给买下来了。昨天妈已经跟你外婆和舅舅们说好了，今天就搬进去。以后到了新家，你自己的房间就自己做主。真的，太好了！婉晴，我们来了。哥，你看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要搬吗？搬。好。哎，圈里鸡鸭和兔子这些谁的？16只鸡，8只鸭，还有6只兔子，都是我的，全都要。好，我帮。那锄头、镰刀、箩筐、柴刀还有斧头这些呢？那一堆都是我的，都要。好。粮食呢？那邊還有半倉糧食，還有黃豆、筍乾、豆角乾，都是我的，1粒米都不留。哎，對了，婉晴，那後院菜呢？青菜全都拔走，還有大蒜、小蔥、韭菜，連根帶土一起挖。行。兔子！这是这！妈，你要搬去哪兒啊？你要回黃家村啊？你問這麼多做什麼？怎麼，你媽搬家，你還準備隨份子不成？媽，你把雞鴨兔子搬走了，要走怎麼辦啊？他還那麼小，每天幫着家裡抓蚯蚓、餵雞餵鴨的，也不容易啊。他也是你的親孫子，要不我留戒指？他幫我餵雞，我不是每天都給他吃雞蛋了嗎？媽，那你把菜都拔走了，你和小妹2個人吃得完嗎？我們在家裡的人吃什麼菜啊？也不能光吃飯吧？你們吃什麼菜關我什麼事兒？你平日裡不是喜歡往娘家跑嗎？我喊你幫忙鬆土拔草，你說沒空，扭頭就跑回娘家幫忙種菜，那你回娘家摘去。我，媽，就算我搬走了，那2個房間也是我們的。要是我下次回來發現房間的門鎖被撬開了，我就直接請人把那2個房間的牆磚全拆了搬走。媽，這是整的，去他媽的！婉晴，咱們可說好了，以後我也去鎮上買塊地建房子，咱們還做鄰居。好，我等着你。小妹，上回你說在鎮上買地的事，爸媽呀都給我們商量好了，聽你的，我們都在鎮上買地，到時候爸媽搬過去和你一起住。好，那咱們現在回家。好，回家。回家嘍！走了，走。不錯。